什么不灭的战士？你是谁？再快点！7月15，中元节，百鬼夜行。再快点，前面就是白水滩了。宁之威重生了。重生回3年前，宁家满门忠烈还没有战死沙场，还没有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，还没被全家抄斩。侍卫们本是陪同五小姐回京为老夫人贺寿，谁知途中说什么梦见宁家军有难，下令折返回边城。五小姐，我们还是先进城。这白水滩怎么可能是两军交锋的战场？不听指挥者，杀无赦！驾！宁广志将军，你输了，投降吧，本王子饶你一死。哼，宁家人没有一个软骨头，宁可站着死，也不会跪着生。哼，知道是谁将军情提前泄露吗？是谁出卖了你们？啊？是你们大齐朝的皇子，你们拼死效忠的皇室，可不可笑？住口！你就不为你家的女眷考虑？只要我动动手指，你们宁家就会背上通敌卖国的罪名，满门抄斩，遗臭万年。卑鄙无耻，要杀就杀！哼，冥顽不灵，杀了。哼，宁家也不过如此。什么不灭的战士？你是谁？宁之威。大舅，我来晚了。之威，大舅不行了。不会的，我带了老山神，你一定能好起来。之威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是宁家军的兵符，你交给修睿。如果他不在了，就交给。若是男丁都不在了，那就上交朝廷吧。这是宁家家主信物，你愿意收下吗？大舅您放心，只要我在一日，就护宁家满门一世。好。大舅，家主。中元节，宁家第5任家主宁广志，第5代宁广破，第6代宁修尧、宁修月悉数在白水滩陨落，宁修睿、宁修泽在战场失踪。7月17，边关6城同一日陷落，6城血流成河，被砍下的头颅堆积垒成金冠。天下皆惊，天启帝震怒不已，下旨查抄宁家，将一众女眷下天牢问罪。宁然，属下在。从即日起，你就是一面小将军。主子，你拿着兵符，绕击残部，
从齐云雪山那条不为人知的秘密小道穿过去，插入敌后，趁其不备，拿下大京的几座城池。属下的任务是保护你。只有拿下大京的城池，我们宁家才有一线希望，边关的百姓才有一线希望。这是军令。属下遵命。芍药，飞鸽传书，把这封信交到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萧大人手中，要快。希望他能给我拖延一点时间。什么？锦衣卫指挥使？您跟他有交情？宁之威神色恍惚，前世见过几面，今生还没有交集。不认识。京城。宁之威是谁？不认识啊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是登文谷。开国200年，这登文谷只响过3次，但每一次都是惊天大案，血流长河。你是何人？怎么敢敲登文谷啊？我大将军府宁之威，为宁氏一族鸣冤。宁之威，他就是宁之威。素不相识，他怎么会知道我最大的秘密？不行，他不能死。我大将军府宁之威，为宁氏一族鸣冤。什么？宁家不是叛国吗？宁家人都下狱了。哼，害死了6城的百姓，还喊什么冤？无耻！宁氏一族追随太祖起事，以战功封公爵，200年来一直镇守西北，世世代代抛头颅洒热血，边关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宁氏子弟的鲜血。至今为止，战死沙场的宁氏子弟一共63人，最年轻的仅16岁，最年长的78岁。我宁氏一族不负君王，不负大旗，不负百姓，可最后只落得一个叛国的罪名，我不服！恳请陛下还宁氏一个公道。说得好听，6城陷落不正是宁家军造成的吗？宁家要承担责任。宁老将军是怎么死的？是被背后的冷箭所伤，箭上有毒，毒发身亡。宁广志大将军率队救援玉门关，却半路遭遇伏击，身中12刀。宁广破将军被一剑封喉，连句遗言都没留下。宁修瑶30岁，半生都在战场浴血杀敌，为国流尽最后一滴血。他只有一个5岁的孩子，可孩子永远等不到父亲回来了。宁修月20岁，去年刚成亲，还没有子嗣就死在战场，就此断后。宁修睿、宁修远在战场失踪，生死不明。宁氏一族叛国，图什么？图我们宁氏男丁全都战死战场吗？图我们宁家满门抄斩吗？请皇上严查此案，还宁氏一个清白。请皇上严查此案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无数个。百姓们跪了，衙役们跪了，侍卫们跪了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令大理寺。臣在。督察院、刑部3堂会审，锦衣卫协助，务必要查个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谢陛下隆恩。皇上，臣女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宁氏妇孺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他们手无缚鸡之力，身娇体弱，若在天牢出事，反而不美。还请皇上开恩，特许他们在府里听候发落。这丫头到底是装的，还是深不可测？不过区区一个女孩子而已，不足为患。没有男丁的宁家更不足为患。准。
如果宁家真有问题，到时再抓就是了，也能让臣民们心服口服。皇帝舅舅，这不好吧？苏明锦，是他。是属下无能，没有救在几位将军。不能怪你，那种情况下，神仙也难救。家主信物传给了五小姐。小姐，定远侯和大理寺卿要见你，说是奉旨查案。定远侯，这一世你又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你可知道这登门敲鼓响的后果？我知道，要先挨30大板。我一个弱女子绝挨不过去。但人生自古谁无死？为忠义，为江山社稷，为君王而死，死得其所。姑娘，你先不要急，听我说。我是大理寺卿荣敬，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跟我说，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你。这是我的官印，你不必担心什么。查案办案是我的职责所在。我曾经发下宏愿，愿尽一己之力，荡尽天下不平事。多么伟大的宏愿！可惜，他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也是，君王昏庸无能，皇室糜烂，谁能独善其身？谁又能全身而退？多谢荣大人美意，但这事太大了，牵扯到千千万万百姓，你一个人扛不动。宁武小姐，你做噩梦心神不宁，预感宁将军要出事，所以折返回边关是吗？是，我相信亲人之间有感应。我和宁家几位将军感情非常深厚。宁老将军遇害，宁广志将军一行在白水滩遇伏，也是你梦到的？当然不是，白水滩和白城之间的距离是50里，我们途经白水滩才能到达宁家军驻守的白城。那晚老远就听到杀声大作，血腥味扑面而来。事发后，我们第一时间赶去白城示警，但所有城门紧闭戒严，费了一番周折，才从外祖亲卫口中听到隐藏的真相。你还有什么补充的？伊吉尔王子临死前说，是大齐皇子出卖了宁家军。你胡说什么？诬陷皇子诛九族？我只是转述伊吉尔王子的话，至于真假，当然是有英明神武的皇上和百官查明。定远侯为何这般激动？难道你家也卷进去了？胡言乱语！诋毁我定远侯府，后果自负。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是办案的原则。荣大人，我没说错吧？宁之威，你这混账东西！侯爷，你只是协同。对了，你见到兵符了吗？什么兵符？宁家军的兵符？应该在我外祖手上，如今可能落到内奸手里了。那没什么事了，告辞。等一下，荣大人，我为皇上备了一份礼物，请代为呈上，就说是我们宁家为皇上万寿节献礼，提前恭祝皇上万寿无疆。哼，我生平最看不上谄媚之辈，笑死人了！到底谁才是最不要脸的狗东西啊？他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真是突破了人类的底线。他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在什么情况下姓了宁？真当他不知道吗？丁远侯，麻烦你先检查一下，有没有夹带违禁品。御书房，这是伊吉尔王子的人头。是。都散了吧。
定远侯留下。他没认你，他待臣如陌生人。毕竟是血亲，多哄哄。父女之间哪有什么隔夜仇？您说的是。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在1个月内找到那块兵符。臣恐怕难以。让静书进宫陪陪贵妃，贵妃很想念她。是，臣一定竭尽全力。皇上口谕，无诏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这是定远侯府大小姐前来探望宁家人，还请各位让开一条路。是写出梅须逊血3分牌，血血书梅一段相绝句的林静书小姐吗？正是。这大热的天，辛苦各位了。傲霜、傲雪，将我们带来的绿豆百合汤分给大家。这是我家小姐的心意，都拿去喝，解解暑。谢谢林小姐，您真是太好了。拦下马车，不服者斩。出门没看黄历，遇到这大煞星，晦气。大人，还有绿豆百合汤，你也喝一碗吧。哼，你们的警觉心呢？怎么敢乱喝外人送的汤？不要命了！萧指挥使，您要怪就怪我吧，是我的错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大热天跑来收买人心，定远侯府这是想染指锦衣卫？不，您别误会，我是特意看望宁家人，顺带给侍卫兄弟们带点绿豆百合汤，是谢谢他们照顾宁家人。你是以什么身份？我先让我们进去说吧，这外面太热了，把我家小姐晒伤就麻烦了。手令。这还请萧指挥使高抬贵手，帮帮忙吧。这是胁迫锦衣卫为你定远侯办事。这狗东西好可恶，怪不得人见人憎，也不想想现在不留一条后路，以后还有什么活路？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日新皇继位，他这条老皇帝的走狗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发誓，总有一天要让你跪倒在我脚下，苦苦哀求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萧指挥使，你欺负一个弱女子有意思吗？这些年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上到达官贵人，下至三教九流，人性的黑暗早就看多了，这点伎俩根本不够看。这女子装得再高贵，再有才华，底子是黑的，野心太大。荣大人，你来了。林小姐，我没事。两个男人相视一眼，彼此迅速移开视线。风萧声动过这渔火，你耳语摇曳了我让冰流苏，生归叛徒。小姐，够了吗？再来，多做点海棠酥，往各房都送一盘子。却流如雨，觥筹交错，举杯美酒饮如初，心无旁骛，相对四目，忽然我就深深中了你的骨。荣大人，你又来了呀？京城的风向都在夸赞宁家，为宁家鸣不平。公道自在人心。最近我办案出奇的顺利，总在不经意间发现证物，好像是主动送上来的。肯定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忠魂不灭，宁家的列祖列宗保佑。朝中诸位大人对宁家军主帅有不同的安排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意见？全凭皇上做主。皇上的意思
让宁家推举一位出来。皇上看好谁呢？马猛副将，他的资历够，又是宁家旧将，对皇上忠心耿耿。他的宠妾是丽妃娘家的人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韩渠将军呢？是大皇子的人。蒋申云呢？他呀，自己去查吧。我说的皇上不信。你在边城怎么长大的？就像野草般自由长大，策马奔腾，随心所欲，每一天都是开心的。林静书，你来了。林小姐，你哪来的手令？姑母派人送来的。这就是宁之薇姐姐吧？姐姐，我是林静书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真好看，气质也好好，端庄优雅又高贵，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好呢。钱氏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看到的是林静书站在苏明锦身边，冲他得意的笑，胜利者的趾高气扬。一个是他爱护有加的亲妹妹，一个是倾尽所有扶持的夫君。他待他们赤诚，对他们全心全意的信任，可换来的是背叛，是一箭穿心。林静书，你倒万千男人的大旗第一美人儿。这都是虚名，姐姐这种忠孝节烈的好姑娘才值得夸赞。姐姐，你坚强勇敢，善良仁义，集齐了世间最美好的品质，我太喜欢你了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姓林，我姓宁。啊，宁老将军没告诉你吗？你是林家女，是定远侯府的千金小姐。当年若不是一场误会，我们姐妹也不至于相见不认识。不过现在还不晚，我们有的是时间续姐妹情。一场误会就将10几年前的刀光剑影、阴谋诡计一笔带过。宁之薇好好反省，检讨一下前世的他到底为什么眼瞎。想起来了，前世的他也进了天牢，在他最绝望时，是定远侯府出面将他救走，还保证会为宁家奔走。在这期间，定远侯府上下为他编织了一场亲情陷阱，将他精准捕获。他将定远侯当成第二个家，视他们为至亲，尤其是将林静书当成亲妹。有难他上，有苦他吃，屡次救林静书于水火。哼，一群白眼狼。姐姐，这是12匹绸缎，都是宫中赏赐给定远侯府的贡品，我都给搬来了。这是炫耀你有贡品我没有，需要你恩赐是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宁小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这种时候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，只有我家小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进来看望你。你可知道，我家小姐为了救你，四处打听情况，生怕你吃不好睡不好，特意搜罗了库房，挑了最好的东西，求爷爷告奶奶舍了脸面才能进来呢。主子说话下人插嘴，定远侯府的家教真好啊。傲许傲双，张嘴！姐姐，我代丫鬟们向您道歉，她们只是护主心切，没有恶意。我对姐姐的心意是真真切切的。没看出来？日久见人心，不急在一时。如果你把烟色琉璃杯、蓝田玲珑玉、离宫春晓图给我，我就相信你的真心。看戏的荣静都不淡定了，瞠目结舌。烟色琉璃杯在月色下会泛起七色光，色彩斑斓，流光溢彩。蓝田玲珑玉是一块暖玉，冬暖夏凉，有暖宫滋养身体的功效。离宫春晓图是前朝画圣顾春晓的代表作，他的画作不多，几经战火流传的更少，每一幅都被视为稀世珍宝。这不可能！姐姐，不是我舍不得，而是
这3样是定远侯府的镇府之宝，我一个女儿家怎么可能做主啊？那就算了，你这么没用，我要你这个妹妹有什么用？是谁？别藏头露尾，站出来！2个男人转了出来，是萧林峰和他的手下。萧林峰面色平静，他的手下捂着嘴，面红耳赤。他不想笑的，真的。萧指挥使，躲在暗处偷听，非君子所为。你们不都骂我是卑鄙小人吗？时间到了，你该离开了。林静书哑口无言，无往不利的口才和手段，在这几个人面前根本玩不转。一个是见惯世间鬼魅魍魉，一个生长在世间最灰暗的地方，一个是重活2世，经历无数风浪。宁之威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阴霾。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啊？还回去吗？人不行，东西是好的，进了宁府就是他的。能麻烦荣大人一件事吗？什么事？帮我拿去换钱。荣静的神色一凛，府里供应跟不上。宁府外面重兵把守，所有人都出不去，一切供给是由光禄寺负责。光禄寺中饱私囊，克扣银子，只保证宁家人最基本的需求。光禄寺觉得宁家是戴罪之身，夹着尾巴做人，不敢说什么的。偏偏宁之威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这个？吃饱穿暖是可以，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，是吧？荣静已经明白他的意思。你想要什么列个单子，我帮你直接换好。那就多谢荣大人了。这哪是想换东西啊，分明是明晃晃地告诉皇上，他底下的人都不安分。皇上或许不在乎宁家的待遇，但一定会要脸。要谢就送我一份海棠酥吧。荣大人爱吃甜食呀，没问题，做好之后让人送过去。还没找到兵符？是，宁武小姐这一路经过的每家客栈，每一个落脚点都找过了，还翻遍了宁府每一个角落，尤其是宁武小姐的住所，翻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。随身携带呢？行李也翻遍了，夏天的衣服单薄，藏不下一块兵符。宁老将军那边也查过了，他的亲信、侍卫、副将手里都没有。宁家的权力早就转移，宁老将军早就不掌兵了，兵符只会在宁广志身上。宁之威是最后一个见到宁广志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在他手上？如果真是宁广志，一定会将兵符交到他手上，他有能力保下。继续监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不要放过。是。皇上，民间对宁家一案议论纷纷，舆论沸腾，恳请皇上早日给出一个结论。臣附议。再这样下去，民意压不住了，都是些愚民，还敢妄议朝政。恳请皇上派出锦衣卫狠抓一批，舆论自然消停了。要我说，该早点将宁家人处置了。不管如何，宁家军没有守住边关是事实，战败害了边关6成百姓是事实，应该按律法严惩。臣附议。禀皇上，西北有10万火急的消息，一支宁家军出现在大街后方，攻占了大街6座城池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，还来不及查。那是谁领兵？一面小将，他到底是宁家什么人？目前不清楚。他手里有宁家军的那块兵符，兵符一出，宁家军残部齐齐响应。什么？兵符？马上彻查！皇上，
何不让锦衣卫好好审一审宁武小姐？老身陪着走一趟。皇上只点名宁之威。别担心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宁之威见过皇上。起来吧，宁之威，可知让你上朝的原因？不知。西北出了一个银面小将军，攻占了大金6座城池。你可知道银面小将军到底是谁？当然，他是我的贴身侍卫。宁之威，把话说清楚。宁然10岁来到我身边，负责保护我，至今有15年了。他怎么上了战场？平常训练哪有在战场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厉害？只有通过战场考验这一关，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侍卫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。但没想到他非常有天赋，第一次上战场就射杀敌人副将。他也喜欢上战场杀敌，我外祖父又是爱才之人。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为什么没在你身边保护？因为边关百姓更需要他，边关将士更需要他。国家，先有国后有家，舍己而为公。你给他写一封信，让他将兵符上交。在我让他离开的那一刻，我们的主仆关系就结束了，他是自由的。宁之威，你敢抗旨？乔皇上说的，我只是一介戴罪之身，生死全在您一念之间，我哪敢啊！孽障，跪下，求皇上恕罪。你哪位啊？我是你亲爹，还不快点认罪？我姓宁，你姓林，难道你是赘婿？你这个忤逆的混账东西，不认亲父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来啊，来劈我呀！诸位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老天爷不劈我，说明老天是长眼的。那些老不死的就知道拿老天爷说事，也不怕亏心事干多了，哪天就遭了报应。你说我是林家女，你倒是拿出族谱让我看看呀！你不能看到别家的子孙优秀就不要脸的伸手抢啊！怎么，你家子孙死绝了？太子哥哥，我只是想跟他做好姐妹啊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以后会好的。我真的好难过。别难过了，你自己去藏宝楼挑一套新出的头面，我送你。哎呀，我是缺头面的人吗？太子哥哥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只是想哄你开心。好了，愁眉苦脸的不好看，来，笑一个。讨厌了。明景哥哥，你素有才智，能帮我出个主意吗？我倒有一计。啊，快说。如果成了，我一定登门道谢。云锦，依你看，父皇会怎么处置宁家？有了宁之威这个变数，宁家会起死回生。可惜了，查查宁之威和银面小将军宁然的过往，看有没有机会将银面小将军收入囊中。已经派人去了西北。其实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忠诚，所谓的忠诚，只是背叛的筹码不够。你说的对。在权势面前，又有几人能保持清醒呢？谁不想位极人臣呢？外面怎么这么闹腾？出了什么事？禀太子，皇宫贴出告示，1天后在午门3堂公开审理宁家将一案。宣，宁家老夫人，宁家五小姐。我宁之威
状告西北守军马猛副将。那晚本该是他带兵前往玉罗城救援，但他因一己之私服下泻药，还给随军将领都服下了泻药，致使临时换将。宁广志将军临危受命，带领宁家将出战，被中途截杀。什么？给自己下泻药？疯了吗？我状告西北守军韩渠副将，故意泄露军情，让敌军提前在白水滩设伏，导致我军被无情屠杀。我状告西北守军江申云总兵，背后向西北军主帅宁老将军射出一支毒箭，戎马一生的战神没有死在敌人之手，却死在自己人手里。底下一片哗然，居然是这个狗东西害死了他们齐国的战神，怎么敢？怎么能？这是里通外国的叛徒，应该诛九族。可有证据？有。这是哪来的？一面小将军送来的。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空有一张漂亮脸蛋，只有小聪明，没有大智慧，只图一时之快，图人那么多麻烦。父亲，姐姐真是傻，怎么能这么说话？他这是自寻死路，自找的。锦衣卫指挥使，臣在，派手下去边关抓人，敢抵抗者当场诛杀。是。父皇，按照流程，应该给相关人等自辩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父皇，儿臣只是不想寒了那些有功将士的心，他们曾经为我大西抛头颅洒热血，再怎么说也该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吧。几万宁家军的性命，几十万边关百姓的性命，在他们眼里算什么？是尘埃吧？还嫌弄脏了他们的鞋子。皇上，臣女还要状告他们背后的。他看向几位皇子，被他目光扫到的人莫不心惊。老天爷啊，他疯起来不是人呐，这是要玉石俱焚？谁来堵住他的嘴呀？荣静嘴唇微抿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心。还不等宁之威说完，皇上的脸色一变，急急喝道：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他们狡辩。传朕旨意，涉案人家悉数抄家，家眷打入天牢，等待发落。风水轮流转，这一回轮到那些作恶之人清算罪行，谁都别想逃。皇子们不约而同地疾呼：父皇上！只有百姓们欢呼雀跃，老天开眼了，皇上圣明啊！宁家众将忠心耿耿，战死沙场，不负皇恩，清白无瑕。宁老将军一生为国守边几十年，不失寸土，特追封为魏国公。宁家老祖宗追随开国皇帝南征北战，封为魏国公，3代之后就降爵，到了宁老将军这一代又因军功封侯。10几年前，为了宁之威母女的幸福，宁老将军用爵位换了皇上的支持，只保留大将军的虚衔，如今又成了魏国公，可谓是荣耀至极。宁广志将军守土有功，特追封为神武大将军，追封宁广破为勇武大将军，追封宁修尧为3品车骑将军，追封宁修月为3品卫将军。所有战死的宁家男丁都有追封，可谓是死后哀荣，满朝文武羡慕不已，满门荣耀，人人都是将军。但对于宁家人来说，宁愿他们都还活着。人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再多的荣耀有什么用啊？恢复宁家一切待遇，赏黄金1000两，发还查抄家产，特赐封宁老夫人为超1品诰命，宁信哲世袭3等镇西将军。长孙宁信哲才5岁，这个职位是正4品虚衔，其实没啥权力，就是听着风光。等长成还不知道什么局面呢。谢主隆恩！
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百姓们跪下三呼万岁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忠烈污名得以昭雪，真好啊！没想到宁家还有这样的造化，皇上可真是宽宏大量。他只看到这满门的荣耀，却看不到背后的牺牲和惨烈。不过，姐姐擅自敲响登闻鼓，闹得天下皆知，皇上会治她的罪吗？会。定远侯说的斩钉截铁，皇上心胸不大，事情闹得这么惊天动地，逼得他不得不给天下臣民一个交代，心里能舒服吗？逼迫君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皇上这么安抚宁家，却不会放过宁之威，等着看吧。牺牲他一人，造福全家，这也算求仁得仁了。要是能连带造福定远侯府就更好了。宁之威，跪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家五女宁之威端庄贤瑞，性姿敏慧，特封为晋宁县主，赐县主府一座，而其明礼义，守规矩，光大门楣。这忽如其来的圣旨让全场一片沸腾，居然是册封县主。荣静紧绷的情绪舒缓下来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父亲，我一定是听错了吧？皇上怎么可能封他为县主？他何德何能啊？定远侯也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，再三确认后无比沮丧。没错。林静书如被重重打了2拳，一口气上不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父皇这是怎么了？西北的情势太乱，军中将领纷纷出事。在这多事之秋，为了安抚西北宁家军，只要一面小将军一日不倒，他就不能出事。就算贵为帝王，也不能随心所欲，只能徐徐图之。除非是不管不顾的昏君，偏偏他们这位皇上是最要面子的，尤其看重身后名。宁之威的县主府很快有了着落，就在定远侯府的对面，大门对着大门，这到底是恶心谁呢？哎，我姐人呢？怎么一早就没见到她？她出城了。去干嘛呀？宁家男丁棺椁回京安葬，她去迎接。他们真的回来了？之前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他们的尸身是小五亲手收敛的，之前寄放在法门寺，如今平反昭雪，他们也该落叶归根，入土为安，安葬进宁家祖坟。吴姐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也想去迎一迎。你们也有事要做，给各家报丧帖，3日后为战死沙场的宁家人办葬礼。3天，来不及啊！我们宁家正处在风口浪尖，备受众方瞩目，一切从简吧。3日后，天气阴沉沉的。老夫人，您先去祭棚坐坐吧。我们一家子一直聚少离多，活着的时候没见几次，如今我要站着迎接他们回家。可惜不能给他们风光大葬，让他们体体面面地走完最后一程。希望他们在九泉下不会怪我。不会的。一阵喧哗声响起，只见一群身着素服的人从城门出来。西城百姓们，特来迎接宁家众将军回家。看着这一幕，宁家人不禁动容，热泪盈眶，终于理解了宁家的家训，秉持大义，保国护民。这200年来，
宁家的牺牲和付出，百姓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宁家不负百姓，百姓也不负宁家，两不相负。夫君，你看到了吗？百姓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你们，爱戴你们。你们的坚守和付出没有白费，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啊！公道自在人心。今日是宁家出殡。是，父皇，宁家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太高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这话戳中了皇上的猜忌之心。威望再高，后继无人有什么用？宁之威是个危险的人，行事太过嚣张，对皇权没有敬畏之心，不得不防。父皇，我建议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恨意。这次的损失惨重，他的几员大将都折了进去，舅舅的庶子也折损了。母妃还责怪他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？他薄唇微吐，凉薄至极。斩草除根。大皇子挺烦他的，他表哥在牢里胡乱攀咬，害得自己损了一颗暗旗。四弟是怕了晋宁县主？当然不是，区区一个女子有什么可怕的？你的话前后矛盾，有公报私仇之嫌。大哥，你怎么护着他？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这话一出，现场的气氛一变，连皇上看大皇子的眼神都不对了。大皇子心中暗暗骂人：我不是护着他，而是维护父皇的权威。父皇金口玉言岂能随意更改？今日封县主，明日就杀人，让百姓和文武百官知道怎么想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为父皇，宁之威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住宁家，宁家就是拿捏他的软肋。宁家那么多人呢，随便拉一个出来就能让他束手束脚，不足畏惧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收揽人心，天下百姓的心，宁家10万大军的心。太子，你带朕去祭拜宁家君。儿臣遵旨，一定将事情办得尽善尽美。太子眼睛一亮，难掩喜悦之色。父皇这是让他出面收揽人心，为他所用啊！其他皇子心里不是滋味，父皇太偏心了，只偏疼太子。父皇，儿臣也想去。儿臣也想去。看着这些不省心的儿子，皇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哎，去吧去吧。城外，太子看着这浩浩荡荡的场面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。幸好宁家男丁死了七零八落，没有能领兵的嫡系，光是一些女眷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老夫人，父皇派姑前来祭奠宁家将。谢皇上恩典。老夫人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多保重身体。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姑，姑办不了，还有父皇呢。苏明锦站在棚子口，举目眺望，暗暗心惊宁家的人气和威望。五小姐。男子身着一袭淡雅的青衣，撑着水墨画油伞，在这漫天雨丝中一步步走来。宁之威怔怔地看着他，谁能想到如此风雅出尘的男子居然会死得那么轰轰烈烈。荣静见他神色不对：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清冷的声音藏着不易察觉的担心。宁之威回过神：荣大人，多谢你为我们宁家所做的一切。职责所在，义不容辞，无需言谢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不远千里奔赴边关查案，屡次身处险境，为我们宁家洗清冤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请受我一拜。他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大礼。荣静下意识地伸手想扶，但手悬在空中微顿。真要谢，就送我海棠酥。宁之威没有食言，送了海棠酥。
但荣静已经去了西北查案，没有吃到。他有些震惊，他居然对海棠酥有执念。不过整个人看着多了一丝鲜活，有人情味儿了。今年来不及了，明年吧。哼，别忘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雨滴滴答答的下，宁之威伸手去接雨珠，享受这一刻的静谧。微风吹过，一缕顽皮的长发随之舞动，落在雪白的脸颊。荣静的手微动，硬生生的忍住了。五小姐，带着宁家人远离是非之地吧。宁之威眼神微闪，估计诸皇子会在君王面前上眼药，后妃也会吹枕边风，朝野都会有不同的声音。我真有此意。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，如果你不方便出面，就让人带着此物来找。你为什么这么关照宁家？宁老将军是我儿时最敬仰的人。原来如此，他外祖父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生前庇护百姓，死后还能庇护家人。他心思转了几转，你偷偷派人去查苏浩之，关系到你的身世之谜。他本来只想护住家人，不想插手别人的人生，不愿承受别人的因果，但他更不想欠人情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宁之威蹙眉，瞪着他的手。荣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。抱歉。小心再小心，此人深不可测，非常可怕。言尽于此，宁之威挥了挥手，撑起一把油伞走出凉亭。雨还在下，但荣静的心潮起伏不定。苏浩之，苏浩之，长公主夫婿，素有才名，常年潜心钻研画技。他的画作很有名，每出新作必被疯抢，但至今为止作品屈指可数，10根手指数得过来。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，就是苏明锦，琴棋书画皆精，深受文人雅士追捧。而曾经赫赫有名的长公主，如今常年卧病在床，鲜少出现在社交圈。他们夫妻是出了名的恩爱，间谍情深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能让宁之威忌惮成这样，又岂是寻常之辈？荣静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宁家人的生活开始走入正轨，可宁老夫人又病倒了，还不肯配合吃药。大夫说是没有了求生意志。宁之威知道后，决定跟宁老夫人好好谈一谈。老夫人，您要好好珍重，长命百岁，看着孩子们长大，成家立业。宁老夫人整个人精神气都像被抽没了，暮气沉沉的。不管宁之威说什么，她都两眼微闭，似听非听。老夫人，我要在山庄练兵。如一道惊雷砸下来。你说什么？难道还有变故？这朝堂不稳，皇子多迪已经进入白热化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我们宁家已经退出了呀。世人皆称西北军为宁家军，宁家人怎么可能置身事外？各方势力会逼我们选边站，不选也是错。那怎么办？选一个。大皇子自卑又自傲，太子心胸狭窄，不能容忍。3皇子夭折，4皇子平庸，5皇子耳根子软，6皇子是个蠢货，选谁呢？这中间还有害宁家的幕后主使者，他怎么可能为那种人做嫁衣？他不会放过害死家人的幕后真凶。如今绝口不提，不过是实力不够，隐忍不发而已。一个都挑不出来。对。宁之威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他没说的是，后面还有更麻烦的天灾人祸，乱世将起。我们手中得有底牌，明面上得让人忌惮，暗里保命用。这么一说，宁老夫人都不敢死，开始振作起来，愿意配合服药了。宁之威在庄子里挑人，
一波是退下来的老兵，加上宁家原本就有的护院，一共800人。闲时看家护院，战时是战队的一份子，能直接上战场，由宁小龙负责。这一支私人卫队练出来，关键时能救命。一波是10到15岁的女孩子，共20人，学习简单的医理和处理药材，由芍药负责管理。一波是10到15岁之间的少年，共100人，任命为少年营。宁之威亲自带到山上训练，谁都没有见过他怎么练兵，只知道那些少年每日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分量，消耗巨大。家主，大夫人请您速速去大厅，出大事了。一进大厅就见一个老嬷嬷跪在宁大夫人面前哭得很伤心。宁大夫人眼眶红红的，隐隐有怒色。舅母，怎么了？之薇，快救救你大姐姐吧！大姐姐，宁文音，她不是镇西侯府世子夫人吗？哎呀，大姑奶奶快被人害死了，快去救她呀！不是病死的。宁之威脑海里闪过无数阴谋诡计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是谁？是姑爷。来人，召集甲字营30人，随我进京城。镇西侯府。哎呀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乱闯？停下，快停下！小令，你带人把齐彦君绑过来。齐彦君，镇西侯府世子，文武双全，是金吾卫中郎将。名门贵族之后都会进入金吾卫，成为皇帝的进士，为皇家所用。芍药走到床边，拿起女子的手臂把脉，半晌后脸色忽变。大小姐中毒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什么毒？好像是7日醉，但我不敢肯定。7日醉是一种奇毒，中毒后昏迷不醒，身体一天天衰败，7日后悄然逝去，看着跟正常死亡没什么两样。禀家主，齐彦君拿到。给我打，狠狠打，留一口气就行。我是镇西侯的世子，是金吾卫，你敢动我，就是冒犯皇帝陛下。你之威，你这个贱人！齐彦君，你这畜生，居然敢非礼皇上亲封的晋宁县主，这是对皇上不满吗？无论何时都要师出有名，站住舆论的高地。全场鸦雀无声，都被宁之威的骚操作惊呆了。宁之威还指着齐彦君的鼻子怒骂，连个女人都打不过的废物点心。我倒是想问问皇上，他就这么饥渴，怎么什么垃圾都要啊？你不学无术，乱用词语。说的什么鬼话？能听吗？传出去会笑掉大牙的。将这没有人伦的畜生拖出去，狠狠打！敢给宁文音下毒，这是欺宁家没有成年男丁，后继无人，不能给他撑腰了是吧？宁之威，快住手！我儿子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要你的命！宁之威，你这么做就不怕你姐姐伤心难过吗？没事儿，丧夫之后可以再找吗？天下的男人多的是，我宁家军中就有不少出色的将士，随便挑一个，都比你这个废物强。宁之威，你这个小贱人！宁之威一脚踢出去，齐彦君痛得直吸气。镇西侯夫人每骂一句，宁之威就踢齐彦君一脚，脚脚都踢伤处，踢得齐彦君吐血求饶。娘，别骂了，求你别骂了！统统住手！景宁县主，你宁家出殡，我镇西侯府也曾录祭聊表心意，你这般恩将仇报，是不是过了？你儿子给郑氏下毒，夫杀妻这等骇人听闻的罪行，你镇西侯怎么还敢谈交情？这是欺我宁家无人啊！镇西侯闻声色变，显然也被惊到了，下意识地看向血肉模糊的嫡长子。齐彦君像是晕过去了，一动不动。你这是泼脏水，故意陷害宁之威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
这就是证据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今日谁都别想跑。夫君，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是屈打成招的，不作数。你快把这些纸抢过来。知妻莫若夫，镇西侯看在眼里，还有什么不懂的？他不禁暗暗叫苦啊！这肯定是误会啊！我们好好谈谈。误会？镇西侯也要疯了。宁之威可不是普通闺秀，他背后有10万宁家军呢。他若有个好歹，西北就不稳了。镇西侯夫人不停地冲夫君使眼色。镇西侯看着被宁之威踩在脚下的嫡长子，无声的叹息。先让府医给犬子看看吧。急什么？我大姐姐还昏迷不醒，他们是夫妻，自当同生共死。换句话说，宁文音若死了，齐彦君也别想活，陪葬吧。静宁县主，你先放开他吧。我敢担保，齐世子不是那种人。满京城谁不知道他最疼爱妻子？怎么哪都有苏明锦？我还腾不出手去对付你，你却老出现在我面前。多谢明世子的援手。满京城谁不知道明世子人品贵重，一诺千金，没有不夸好的。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嘲讽。人人说好，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完人啊？越是完美无缺，越显得不真实。敢不敢打个赌？打赌？苏明锦差点跟不上他的思路，他太跳跃了。怎么赌？如果他丧尽天良给妻子下毒，你就将芙蓉园送给我。苏明锦的笑容僵住了。这可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啊，里面还有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宁之威就是知道芙蓉园真正的秘密才想要，就当是收利息了。不敢，或者只是嘴上说说，借机招揽人心，博个贤名。皇帝皇子们需要贤名粉饰，可一个长公主的儿子要什么贤名啊？苏明锦的脸色变了几变，明知是激将法，他不得不跳，但筹码要差不多分量的才配上桌。如果没有呢？你用什么赌？我就将京城宁家祖宅送你。倒抽冷气声响起，家族立足之本的祖宅都敢用来打赌，宁家列祖列宗会气得从地下爬出来骂人的。唯有镇西侯暗暗心惊，这是多笃定啊！他手里还有致命的东西吧？苏明锦也感觉不妙。何至于此？这宁家祖宅我是万万不敢要的。你不敢？你心虚？看来你真的在收买人心，刷贤名。啊，你要贤名何用？他每一句话都戳在苏明锦要害，苏明锦恨不得堵住他的嘴，眼神都变得阴冷起来。你能做主吗？能，他是宁家家主，我们都信服他。你要是不敢赌，就赶紧离开。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，真难看。哼！他本来挺喜欢明俊王的，家世好，学识好，风度翩翩，温文尔雅，是无数人心目中的家婿。他也有几分憧憬呢，但他居然站在宁之威的对立面。再一看，感觉他变丑了，油腻了，矫情了，哪儿都不好。以前一定是眼神不好。苏明锦的表情差点崩了。这宁家六小姐以前看他的眼神多温柔啊，充满了爱慕，可现在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就照你的意思，请谁当谈判？大理寺卿荣敬大人，首辅段老大人。他顿了顿，嘴角轻轻扬起，露出一丝古怪的笑意。长平长公主殿下，也是苏明锦的母亲。苏明锦闻声色变。你说什么？情绪太激动了，都破音了。你这么爱管别人家的闲事，长公主应该很欣慰吧？看着她灿烂明媚的笑容，苏明锦不但不觉得温暖，反而觉得恐怖。一个清冷少女忽然一反常态笑了，让人心里毛毛的。家母身体不适，常年养病，不见外客，你莫要为难我。拿宁府的帖子去请。是。
总觉得他在算计着什么。苏明锦却一无所知，这种感觉糟糕透了。我母亲是不会来的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怎么，有被冒犯到？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给我的感觉，很恶心，是吧？苏明锦收起笑脸，认认真真的打量眼前的女子。你对我似乎很不喜，不知我哪里得罪了静宁县主？说实话，我对静宁县主很是仰慕。冷静的疯批，这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类型，应该不难攻克吧？这可把宁之薇恶心坏了。你在勾引我？哦吼！全世界都安静了，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苏明锦。放肆！我家郡王是长公主独子，深受皇上和太后的喜爱，一出生就被封郡王，文武全才，温润谦逊，人品贵重，是全京城贵妇心目中的乘龙快婿。哦，那他年纪一大把了，怎么还没成亲？这侍卫卡住了，脸色忽白忽青，难看的要命。都说这位宁小姐难缠，今天终于领教了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这是最基本的体面。这个我知道，郡王曾经有过3任未婚妻，但他们命不好，各种意外去世了。原来是克妻丧门星啊！小六，我们退远点，别沾上了晦气。哎呦，这嫌弃的哟！苏明锦胸口气血翻涌，他终于明白定远侯被气吐血是种什么感受了，好气呀！段老大人，还好吗？还好，多谢荣大人专程跑一趟。见他没有吃什么亏，荣静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职责所在，义不容辞。还是这句话，宁之薇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这可比世间任何话都动听。好热闹啊！苏明锦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恢复如常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事惊动您老人家，真是罪过。我闲着无事，过来凑凑热闹。皇上驾到！都起来吧。明郡王，还打赌吗？这是母亲的芙蓉园，我无权做主。赌吧。母亲，那是先皇赐给您的芙蓉园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我总提醒你，凡事谨言慎行，不可强出头。你就是不听。苏明锦不禁急了，他怎么能让芙蓉园的秘密落到别人手里呢？不是的，母亲，您误会了。宁之薇是对我有偏见，故意激怒我。我喜欢长公主，因为她善良美好。我不喜欢你，是因为你太装，一点都不像长公主。苏明锦脑袋如被锤子重重敲击，一时发热，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：赌，我跟你赌。宁之薇的心沉了下来，心中的怀疑得到了证实。原来这狗东西早就知道。请李太医和王太医两位太医，世子夫人为何昏迷不醒？自从宁家出事，文英就受不住打击病倒了。之前太医诊断是哀痛过度，伤了五脏六腑，这都是有医案可查的。这是提醒，也是警告。荣静何等聪明之人呢？自然听出来了。你这是威胁。王太医，怎么说？王太医是第一次为宁文英诊治，但他的师弟已经来过几次。哀痛过度一说，是师弟第一个提出的。他悄无声息地看向一个角落，抿了抿嘴。我认可之前姜太医的判断。荣静非常敏锐，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是苏明锦。荣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头看向另一人。李太医，你怎么说？问我哪敢得罪这么多同僚？我医术不精，判断不出原因。宁之薇，听清楚了吗？太医说的清清楚楚，
是生病，不是中毒。将齐彦君的杀妻同谋带上来吧。郎君，齐彦君母子的脸色巨变，浑身血液直往脑门冲。你是谁？宁之为带来陷害我的人。皇上在此，还不快行礼？汪莹莹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我也不知招谁惹谁了，被人掳到这里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宁之威，解释一下。汪莹莹，镇西侯府夫人的远房外甥女，6年前父母双亡，进京投靠镇西侯府，跟齐彦君青梅竹马，私定终身。3年前，齐彦君求娶大将军府嫡长女宁文音，婚后就顺利获封世子，从而得到了继承权。庶长子则返回西南当了一名副将，有机会接手齐家在西南的军权。皇上别的都不在意，但一听到军权2字，眼神都不对了。镇西侯脸都绿了，只想堵住宁之威的嘴。从那时起，汪莹莹就自请出府，居住在离镇西侯府不远的玉带巷，跟齐彦君光明正大的拼居。皇上，这是大理寺捕快姜子昂。这是玉带巷各位邻居的证词，一共20份，都一致证明镇南侯世子和汪莹莹形同夫妻。皇上，别信了他的鬼话，滚！苏明锦看着这混乱的一幕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，就差一点点了。前世镇西侯府被苏明锦收入囊中，齐家的这一支军队成了他最坚实的武装力量。家主，找到解药了！太好了，小六，拿进去给大姐姐服下。宁之威屡次坏我好事，真的是无意。如果是故意，那这个人就可怕了。早就听说芙蓉园的美名，好想亲眼见识一下呀。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芙蓉园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吧。苏明锦不禁急了。县主，何必这么急？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整理。给你3日，够吗？这点时间怎么够？那些东西根本搬不完，还要掩人耳目。这一批东西太重要了，绝对不能落到旁人之手。怎么办？为今之计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景郡王，如果人手不够的话，大理寺的衙役可以去帮忙。要是在平时，苏明锦求之不得，好不容易有机会搭上大理寺卿，可眼下他避之不及。荣静这个人太精明了，稍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就瞒不过他的眼睛。多谢荣大人好意，不敢麻烦大理寺的人，毕竟名不正言不顺，对荣大人的名声不太好。是我欠缺考虑了。荣静一脸歉意，转身向皇上拱了拱手。皇上，能否让城防军去帮忙？苏明锦的神色一僵，刚想拒绝，就被宁之威抢先了。对对，神多力量大。这太合宁之威的心意了，给了荣静一个赞赏的眼神。荣静嘴角微微上扬，皇上自然不会拒绝这种小事。准。苏明锦哑口无言，心里更着急了。有城防军守着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长公主的视线落在荣静冷淡自持的脸上，有种莫名的熟悉，亲切感油然而生。皇上，这个年轻人是大理寺卿对，荣静是6原及第，寒门出身，朕心血来潮当主考官那年亲自录取的。6原及第，说明此子聪明绝顶，才华洋溢。寒门出身就是关系网简单，好掌控，没有其他势力，只能依靠皇上。长公主暗暗思索，她没有姓荣的熟人，可能是物有相同，人有相似吧。她好久没出门，发现如今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不管是荣静还是宁之威，都是极出色的。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就这么决定了，3日后请县主来收芙蓉园。好嘞，谢谢长公主。荣静，你负责善后。走，回宫。是。长公主走在最后，
回头看了荣静一眼，神色郑重，不知在想什么。长公主雍容大气，心思正，怎么就养出一个心思阴暗、精于算计的儿子？大人，将齐家母子和汪莹莹关进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这些物证人证都带走，查抄齐彦君的院子，但凡是他的东西都作为证物带走。注意，别动齐少夫人的东西。是。侯府的牌匾是齐老爷摘，还是让我代劳？一声齐老爷，让齐毅眼底情绪翻滚。我来吧。凤凰楼，这百鸟朝凤是我们家的招牌，宫中的太后吃了都说好。宁之薇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让漂亮的女孩子当店小二，颇为新奇，难怪生意这么好。我家姑奶奶是贵妃娘娘，我家大小姐在太后寿辰之日进献了100只小鸟请太后放生，小鸟一起飞起来围着太后的场面非常壮观，照着这个场面制作了这道百鸟朝凤。太后凤心大悦，赏了我家大小姐一柄玉如意呢。宁之薇恍然，原来是林静书。这些都是我家大小姐自个儿想出来进献给祖母的孝心菜，只为了让老夫人多吃一口。老夫人觉得这么好的菜应该分享给大家，就开了这么一家店，也算是与民同乐。宁之薇挺无语的，做生意赚钱又不丢人，偏偏姿态摆得很高，还与民同乐呢，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儿了吧。他家就是这样，既要又要，钱和好名声都想要。吃吧。荣静用公筷夹了一个鸡翅膀到他碟子，宁之薇道了一声谢，开吃。还不错。熟火腿和鸽蛋也不错，尝尝。宁之薇大口干饭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小脸鼓鼓的，像小松鼠般可爱。荣静不禁看呆了，第一次见女孩子吃饭这般自然大方的，没有一点矫揉造作。宁之薇猛地抬头，捕捉到他的视线。看什么？我的脸脏了？荣静心跳如雷，强自克制住想躲闪的目光，大大方方地看向他身后的墙壁。我看看有没有暗藏玄机。宁之薇没有多想，下意识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起了玩心，小手随意轻敲墙壁。应该不会。好家伙，一拍就拍出大问题了。这声音不对，有文金。文金就是窃听器，一端插入墙壁，耳朵放在文金上，就可以窃听隔壁的动静。依你看，是定远侯的主意，还是他背后有人？是谁？太子，还是苏明锦？不好说。有一点肯定，定远侯府不安分。在凤凰楼用餐的客人都是非富即贵，搞这么一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宁之薇眼珠一转，他想看热闹的心思全写在脸上。咱表表忠心，告诉皇上吧。行。结账时，荣静抢先了一步，宁之薇有些不好意思，这桌菜还蛮贵的。说好了我请客。下次吧。夕阳西下，两人肩并肩漫步在热闹的街头，四周喧哗的叫卖声，身边有家人相伴，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荣静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那个，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荣静微微点头，眉眼温柔。芙蓉园有几个门？5个门，东南西北各有1个，还有一道暗门。有暗道吗？这种事情只有天知地知，他们自己知道。你到底干什么？留给我的时间不多，3天，只有3天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芙蓉园搞到手。如此坚定，仿佛又看到了敲响登门鼓的那一刻。荣静心里一软。你放心，长公主已经发话了，苏明景也要听她的。我防的不是他。荣静心里闪过一个名字，下意识地动了动嘴唇，无声地说道：苏浩之。
宁之微微微颔首，神色凝重。若今日苏浩之在京城，他不会这么顺利。荣静暗中查过苏浩之，出身书香门第，世代官宦之家，18岁中状元，被君王看中，赐婚长公主。婚后他进入慈济司，主管天下宗教事务。也就是说，和尚、尼姑、道士、风水先生、算命的都归他管。这个职位不涉及到朝政，清贵又体面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。这些年，苏浩之一半的时间陪伴妻子，一半的时间游遍山川江河，醉心于幽深苍茫的山水画，被捧为一代画圣。世人对他评价淡泊名利，闲云野鹤，超凡脱俗，看着都没问题。但宁之微是什么人？既然这么忌惮，何不暂时放下？如今的宁家需要蛰伏。宁之微也不想跟深不可测的苏浩之正面对上，但芙蓉园里的那一批东西他太想要了。两臂相衡取其轻，两力相权取其重，他选择了火中取栗。我这么做自有原因。他不肯多说，口风极紧。荣静揉了揉眉心，一声轻叹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宁之微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一缕情愫缱绻于心间，藏在这淡淡的晚风中。少女猛地抬头，与男子四目相对，满天霞光照亮彼此的脸。她清晰地看到他眸底的温柔情意。不会吧，荣静，你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把你当妹妹般喜欢，我不希望你出事。妹妹。宁之微定定地看着她俊美的脸，神色清冷淡漠，眸底一片暗色，依旧是那个清冷自持的大理寺卿荣静。好吧，是他想多了。大理寺卿荣静是什么人？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，据说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家，说是无心风花雪月，一心只有远大理想。好多被他拒绝的权贵宗室之女，对他是又爱又恨。都怪彩霞太美，害得他看花了眼。他不禁有些尴尬，摸了摸鼻子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，实在不行就向大人求助。你会帮我的吧？会。谢谢荣大人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宁之微眉眼弯弯，笑容明媚而又灿烂。他凑近荣静身边，嘀嘀咕咕半天。两人挨得太近，荣静就算不敢将视线落在他脸上，也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馨香。一时之间，心跳如擂鼓，每一下撞击着胸膛，像是要跳出来了。他咬紧牙关，隐忍而又克制。我走啦，下次见吧。宁之微随意挥手，潇洒又自在。看着他消失在漫天的霞光中，负手而站的荣静微微垂眸，整个人如被一层浓浓的阴霾笼罩。不知站了多久，随从弱弱的声音响起：大人，您现在去哪？回家吗？他面有不忍之色，说不出的困惑。别人不知道，但身为随从，他能看不出大人的异样吗？进宫。荣静扶了扶衣袖，修长的手掌心儿被指甲掐出血，他却仿若感觉不到疼痛，脚步越来越快。暮色四合，乾明宫灯火通明。皇上，荣大人求见。这个时辰能自由出入宫廷的，都是皇上的心腹爱将。选。荣静一进来，就如往常般躬身问安，神色淡然。皇上打量了两眼，饶有兴致地问：听说你跟宁之微一起吃饭了？一个是独来独往的孤臣，一个是恣意任性的少女，这两人怎么看都不搭，不是一路人，却莫名其妙地上凤凰楼吃饭。自己的行踪这么快就被呈到御前，荣静一点都不惊讶，神情平静极了。回皇上，我们确实一起在凤凰楼吃饭。事出有因，臣有事要禀。
皇上暂且按下试探之心，说：第一件事，凤凰楼每个房间都有文经，楚皇子都是常客。凤凰楼的女小儿流动性很快，之前的都进了各家权贵的后院。你确定？这几个信息连在一起，让他不禁心惊。凤凰楼虽是定远侯府的产业，但跟宫中牵扯颇深，连太后娘家也掺了一脚，难怪荣静连夜进宫了。非常确定。第二件事，静宁县主请我转交一封奏折。他怎么请动你的？他说，关系到圣体安康、皇嗣安危，臣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不敢有所怠慢。拿来吧。宁之威的奏折太过直白，矛头对准太医院，说什么今日这么对我们宁家，他日会怎么对落魄的宗室呢？有些太医见死不救，没有医得人心，高明的医术就成了害人的武器。纵然不在意这些，皇上也该警惕太医被收买，在宫中行不轨之事，比如残害后妃腹中胎儿，造成流产云云。皇上嘴角直抽抽，这就是关系到圣体安康、皇嗣安危？哼，他是懂扣大帽子的。他的心眼真小，睚眦必报。人家太医没有战他，他就开始打击报复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有些话还是入了心。荣静只是静静听着，不发表任何意见。第三件事，静宁县主花了300两，请10名大理寺的捕快帮忙护送宁文英一行人回别庄。皇上有些无语，他的脑袋瓜子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不回去，那住哪里？第四件事，他让我跟皇上说一声，这几晚就在城外芙蓉园的侧门露营。他就这么迫不及待？吃相太难看了，亏皇姐还那么欣赏他。有些百姓听说静宁县主要在芙蓉园露营，纷纷带上被子跟过去凑热闹。带被子？他们也要露营？成何体统？芙蓉园又不是菜园子。皇上都听呆了，这就很离谱，吃饱撑的。每次宁之威出现都会鸡飞狗跳，场面变得不可控。你觉得宁之威这个人如何？聪明、护短，骨子里有点叛逆。3个标签恰如其分。皇上深知这个臣子的性格，冷冰冰的，没有什么人味儿。虽然不避嫌的跟宁之威一起吃饭，就算事出有因，他也忍不住会多想，神色复杂的问道：你心悦他？这话一出，气氛顿时变得凝固。一边的大太监呼吸一顿，要命题来了。静宁县主对我来说，首先他姓宁，是宁家的家主。其次他是迎面小将军的主子。这2点足以让我另眼相看，是男是女不重要。你若有意迎娶，朕可以为你赐婚。臣说过，高僧曾经为我批命，天生孤寡命，克父克母克妻克子，我此一生只想一展抱负，留名青史，无心儿女情长。荣静拒绝的斩钉截铁，不给自己留后路。等他离开后，林峰，你怎么看？他们不可能。皇上沉吟半晌，宁之威是宁家家主，背后有10万大军，嫁给臣子谁能放心？但他的性子看着就糟心。太子和大皇子、3皇子都要选妃了，你觉得谁合适？萧林峰脸色一变，脑袋低垂，掩去眼中的复杂。这是国家大事，请皇上圣裁。皇上也不为难他，他和荣静一文一武，是他手中2柄最锋利的剑。宁之威的性格太过桀骜，太有主见，不适合当正妃，但侧妃也不行，一般女子压不住他。他跟林静书的关系如何？不是很好，那正好。对了，这2人的年岁相差多少？宁之威及笄了吗？县主还差1个月就及笄了，
林大小姐还差8个月，两人相差7个月。当年和离之日，就是新人进门之时，有点意思。倒是提醒一声，朕送他一份贺礼。是，你带人去芙蓉园巡访，不能让宁之薇出事。是，彻查凤凰楼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马上报。芙蓉园门口，姐姐，是林静书。一听说这事儿，立马跟过来，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，什么要守京城规矩，要识大体，要敬重皇亲宗室，要谨言慎行，别闯祸。你这么守规矩，大晚上怎么乱跑？我为了姐姐，宁愿牺牲好名声。早就听说你跟明郡王关系匪浅，我之前是不信的，但你这般匆匆忙忙赶来，我信了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为了一个男人呢！哼，我还真以为他是为了静宁县主好呢。想什么呢？10几年不闻不问，现在忽然扒上来，能有什么好事儿？我看是憋着坏呢。你们宁愿相信他，也不信我。凭你也配跟静宁县主比？你配吗？林静书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她是穿越女，她才是天命之女，才应该受到万众敬仰。姐姐，你这样对待明郡王，皇上、太后和长公主都会恼的。关你屁事！说是引发骚乱，你就死定了。什么骚乱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萧指挥使，请坐。萧林峰在他身边坐下，一杯香茶递过来，尝尝。宁之薇举杯致谢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多谢他在查抄宁家时，让女眷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。多谢他关照天牢里的女眷，全员没有折损，都平平安安的出来了。而前世，女眷在牢里死了大半，活下来的也是受尽折磨，支离破碎。忽然发生骚乱，相互踩踏，惊恐的尖叫声响彻全场，场面很是混乱。宁之薇，这是你闯的祸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宋明锦，你这狗贼！别去，危险！我必须去，我不能让这些百姓受伤。萧林峰一挥手，暗处冒出一批锦衣卫，如狼似虎地扑向前方。拿我手令开城门，将这些百姓送回去。将受伤的人送去医馆，所有的医药费我来付。好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跟我进城。马车里已经坐了一个林静书。去哪儿？定远侯府。多谢小指挥使送我回家。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还第一时间想着送他回家，一定是暗恋的。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助力呀！走，我们去讨债。定远侯府。姐姐，你和小指挥使关系好，你问问他，到底讨什么债？你这点修行太浅，只能骗骗普通人，别想瞒过锦衣卫的眼睛。我什么都没做。林静书不知道萧林峰要讨什么债，本能的觉得不好。萧指挥使，您怎么来了？令爱涉嫌主导芙蓉园骚乱，造成百姓踩踏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这是诬陷！你说什么？我不关我的事，骚乱明明是宁之薇引发的，要不是他带着百姓在芙蓉园露营，怎么会发生踩踏？是他罪该万死！若是引发骚乱，你就死定了。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我，但若不是主谋，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？我就是随口一说吓唬他，这话说出去，谁信？父亲，您打我！早说了别多管闲事，你就是不听，这下子引火烧身，祸及家里。小指挥使，
我敢用性命保证，我家静书心慈手软，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这事儿总要有一个人负责的。这是让我背锅，凭什么？从来都是别人替我背锅的，是宁之威。宁之威一巴掌甩过去，全世界都安静了。好了，这样就对称了，不用谢我。林静书推他那一把，他记着呢。他一般不记仇，因为当场就还回去了。宁之威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定远侯心疼坏了，勃然大怒。在本指挥使面前动武，是想进大牢？我是他爹，爹管教女儿天经地义，请萧指挥使不要管我们家的家事。礼法承认吗？他可是皇上亲封的静宁县主，动了他，后果自负。定远侯的手顿在空中，脸色变来变去。宁之威嗤之以鼻，老跳出来恶心人，不狠狠虐一把这对父女，都对不起自己。他双手捂着肚子，发出一声惨叫。哎呀，我肚子疼，好疼啊，快要晕过去了。你别装，我是吃了你们凤凰楼的食物中毒的，你们就说怎么赔偿吧。神来一笔呀！萧林峰嘴角微扬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真是绝顶聪明。宁之威，我是你亲爹，你讹诈到亲爹头上，你疯了吗？我爹早就死了，少攀交情。你只配林静书这种自私、凉薄、伪善，关键时刻给你捅刀子的女儿。父亲，别怪姐姐，一定是有人从小给她灌输这些不好的东西。我挨打没关系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宁之威，你看看静书，同样是我生的，她什么都好，你就像你早死的娘。宁之威一巴掌挥向林静书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响亮无比。扯什么都别扯他娘，他不配。他不能打老家伙，那就负债女偿吧。宁之威，你这个疯子！宁之威吹了吹红彤彤的手掌心儿，微微蹙眉，疼。下次让别人代劳吧。我食物中毒，有人证。谁？我。萧指挥使，你。我认赔，要多少？用凤凰楼赔吗？宁之威，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你知道凤凰楼是谁的吗？当然是你。定远侯心思飞转，这事儿不对劲儿啊！为什么萧林峰掺和进来？萧林峰身份太特殊了，所作所为都是代表皇帝的意志，难道是皇上？不，是贵妃娘娘开的。你以为谁家的酒楼都能以凤凰两字命名吗？你胡说！本朝规定，皇室中人不能做生意，与民争利。哼，宫中是知道此事的，所以你打错如意算盘了。行吧，我明天就去敲登文鼓，状告贵妃娘娘与民争利。定远侯腿一软，快给他跪下了。又见登文鼓，登文鼓一响，杀得人头滚滚啊！救命啊！简直是活阎王，小祖宗！我给你1000两银子。1000两打发叫花子呀？那你要多少？100万两。你抢钱呢？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！萧指挥使，请转告皇上，这100万两银子我上交国库，我1文钱都不要。所以，真的是皇上盯上了凤凰楼吗？我只有10万两。我们来算一笔账。宁之威今日去了凤凰楼，对里面情况略知一二。每天50桌，每桌200两银子，30天就是30万两。去掉成本开销，一半有的赚。凤凰楼开了6年，最起码赚了900万两。一桌哪有200两？再说了，
店小二和工作人员都要花钱，利润不会超过1成。50万两，你们准备好，我明天再来。果然，他们一离开，定远侯就急不可耐地给几家递消息：太后的娘家、太子的舅家、大皇子的舅家、芙蓉园。第二天清晨，这些信息就递到御前，皇上的脸瞬间黑成了炭。偏偏上朝时，有不识趣的人跳出来：臣状告静宁县主，在芙蓉园门口闹事，造成百姓踩踏，死伤惨重。臣告状静宁县主不知体统，狂妄自大，恳请皇上削去他县主之位，贬为庶民。臣附议。皇上一见这几个跳出来的御史，疑心病发作了。他们到底是太后的人，还是朱皇子的人，或者是苏明锦的人？朕怎么听说幕后主使是定远侯府的林大小姐？比起宁之威这个刺儿头，定远侯的所作所为更是在皇上的雷区蹦的。定远侯用一个凤凰楼将太后、大皇子、太子和明郡王连接起来，左右逢源，端的是狼子野心。断然没有这样的事，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都不敢见血，那是为了全宁之位，她们姐妹情深呐。姐妹情深？行，那将凤凰楼给宁之威当嫁妆吧。宁之威要守孝，3年内不会嫁人。等3年后，黄花菜都凉了。等宁之威出嫁时，臣将凤凰楼送她当嫁妆。皇上一眼看穿他的心思，一股怒火涌了上来。在他面前耍心眼儿，身为臣子的忠心呢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了，待他及笄之日送他。朕要为静宁县主在宫中大办及笄宴，传朕口谕，及笄宴由贵妃娘娘亲自操办。一下朝，宫中太监就到了宁之威下榻的同福客栈。家主，这不是大喜事吗？将我推到风口浪尖，吸引各方火力，借机敲打参与夺嫡的各方势力，顺便砍断凤凰楼背后各方的联系。不愧是帝王心啊！换句话说，他就是一个活靶子。皇上舍不得动儿子外甥，把他推出来顶缸。父亲，我好不甘心啊！你也知道，凤凰楼一草一木都是我的心血，从无到有，每一样都是我一手操办的。你们先别哭，我反复推敲，那位未必是好心呢。侯爷，静宁县主派人过来查账，让他滚。让谁滚呢？锦衣卫指挥佥事谢同成。谢同成是锦衣卫指挥使萧林峰的亲信。从今日起，我正式带人进驻凤凰楼查账。什么？承蒙静宁县主好心，将凤凰楼的3成利益分给北镇抚司的兄弟们。定远侯一家犹如晴天霹雳，彻底崩溃了。皇宫甘泉宫。皇上，您尝尝这道奶酪点心。赏御膳房。那臣妾替静叔谢谢皇上赏赐。让他进来吧。臣女见过皇上，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这么正式，让朕怪不习惯的。唉，这孩子一进来就哭，战战兢兢的，臣妾看着心疼。皇上，还请看在臣妾的份上，饶了孩子这一回吧。罢了，以后行事要检点。起来吧。皇上，您让臣妾筹办静宁县主的及笄宴，臣妾一定尽心尽力。静叔，你也帮衬一把，那毕竟是你亲姐姐。静宁县主背后有锦衣卫撑腰，臣女可不敢高攀。他上眼药呢，皇上哪里看不出来呀？本来觉得他不错，聪明伶俐有才华，还会挣钱，但跟宁之威比起来就差远了。人比人气死人呢。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皇上，您或许不知道，静宁那丫头不知轻重，
凤凰楼还没有到手，就许给锦衣卫3分利了。皇上，晋宁县主是一时糊涂，怎么能收买锦衣卫呢？姑侄俩一唱一和，皇上眼中闪过一丝兴味。朕同意的。什么？景叔啊，你虽然有点小聪明，但格局没有静宁大，这让朕怎么放心你嫁进皇室？等皇上一走，林静书就急急地问道：姑母，皇上是什么意思啊？去查查。不一会儿，宫人就打听回来了。娘娘，静宁县主上了折子，将凤凰楼1折为3，3成利给了锦衣卫，5成给了皇上，他只留了2成。锦衣卫是皇上的亲卫，别人出了钱，皇上就能少花点。算来算去，皇上是最大的赢家。好家伙，抱大腿够快的。他这是借我的花献佛，踩我上位。没想到县主是做账的高手。我曾经帮外祖父管过后勤的账，那封信里的女子，她在哪里？还好吗？她……就在此时，前面传来一阵喧哗声，是锦衣卫抓捕了一批犯人回来。咦，这不是周红叶吗？苏明锦未来的谋士。见过指挥使大人。这都是冒朕案的犯人。2年前，淮河洪水冲垮堤坝，100万百姓受灾，朝廷下令赈灾，结果官员上下勾结，侵吞大批赈粮，致使无数灾民死去。是几个灾民冒死上京告状，才揭开了这一桩惊天大案。都是，这是一锅端呀！咦，指挥使身边何时有女子了？不是吧？他只是出差半年，怎么像是出差了几年断片了？这年纪轻轻的是什么官？他叫周红叶，是南溪县令的师爷。师爷？那他贪了多少？贪了200两，不过他家里有兵母弱妹，钱都拿去治病了，也是可怜人。我替他交赎罪银。本朝有赎罪银，就是准许犯人缴纳高额罚银赎罪。像这种涉及银钱的，通常是10倍赎罪。周红叶贪了200两，就要补上2000两脱罪。周红叶眼睛瞪直，不敢置信。您刚才说什么？这是2000两。静宁县主，你考虑清楚，值吗？孝顺有责任心的人不算太坏，还有救。萧凌风挥了挥手，手下将周红叶绑着双手的绳子砍断。周红叶如置身梦中，恍恍惚惚，直到这一刻还没有真实感。多谢姑娘救命大恩，还未请教恩人芳名。以后好自为之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，主动凑上去招揽，落了下乘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兵不血刃，才是最高明的战术。周红叶怔怔地看着少女远去的身影。她是谁啊？谢同成不知从哪里窜出来。那是前大将军府的五小姐，如今的静宁县主宁之薇。你的运气真好，被县主救了。静宁县主，县主可能自伤身时，听不得病母若妹这几个字。唉，县主太不容易了。怎么不容易了？谢同成立马来了兴趣，将宁之薇的身世和个人经历扒了一遍，一波又一波，说的是跌宕起伏，精彩纷呈。说到此时，他还不动声色地瞥了周红叶一眼。周红叶耳朵竖得高高的，默默听着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信可以去问别人，整个京城的百姓都知道，满京城谁不钦佩静宁县主呢？眼下他特别不容易，家中无男丁，他一个人独撑门庭，要护住那么多女眷，偏又得罪了那么多人，日子看着风光，却是并不好过。周红叶心里一动，谢同成见状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你遇到他是福气，赶紧销了案走人吧。教主，有人要见你。宁之薇嘴角微微上扬，比他想象的要早些。是你？
有事儿？周红叶定定地看着他，似乎在挣扎。吃了吗？周红叶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摇头。坐下一起吃吧。等周红叶坐在座位上时，才意识到整个节奏被宁之威带着走了。县主，我是庶民。在我这里只分3种人：敌人、自己人、普通百姓。对敌人如严冬般无情，对自己人如春风般温暖。普通百姓呢？他出身卑微，一路走来看到的是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。在这世道，人命如草芥，百姓如蝼蚁，活着太难了。爱护百姓，守护一方平安，是我宁家的家训，我片刻不敢忘。周红叶眼眶微热，宁家呀，守护大齐边关200年的宁家，满门忠烈的宁家，下场却那么惨烈，世道如此不公。你如今是宁家家主，打算一辈子困守在青罗山庄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重返边关，赶跑外敌，庇护我边关数百万百姓，重回权力巅峰。如一道重锤砸下来，周红叶的心狂跳，浑身血液沸腾。听说一面小将军是你的人？看来这一晚上他也没有闲着，打听了不少事情。是。你是女子，总要嫁人的。我是女子，但也是宁家第6任家主。宁家上下都服我，朝堂内外都得高看我一眼。我获封县主，并不仅仅因为我姓宁，还因为我有手段，背后有10万宁家军。在我的人生中，嫁人不是唯一的选择，我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当然，我总要有一个继承人的，有合适的就成亲，去父留子也不是不行。周红叶听着他离经叛道、惊世骇俗的话，心乱如麻。你读过书，应该知道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县主熟读兵法，最喜欢哪句话？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方为上策。周红叶深深地看着他，神色复杂到了极点。侍立在一边的东升像听天书，感觉每个字儿都听懂了，但背后的意思却没明白。县主能赏我200两银子吗？东升瞪了一眼，啥？他怎么敢狮子大开口啊？尽逮着他家主子一直扬蒿。给他200两。都是聪明人，他有意试探，他试出招揽他的信息，短短几句话就明白彼此的心思。周红叶拿着银子深深地拜下去。多谢县主，告辞。等一下。县主这是后悔了？路上不太平，你若是不介意，我派2人护送你回乡。若是介意，那就给你1匹马和1包干粮。周红叶出自贫寒，从小到大感受到的只有轻视和白眼。之前的东家把他当成下人，解决难题的工具人，呼之即来，招之即去。他哪受过这样的尊重啊？请县主派人送我回去，我速去速回，将家人接到京城照顾。他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这是叩拜主上的大礼。宁之威看在眼里，嘴角轻轻上扬。你不怕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？是荣静，他一身官服，应该是刚下朝。人生不就是一场豪赌吗？我若赌输了，那就将他绑回来嘛。他安排人手送他回乡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杀他，但也不会让他落入别人手里。杀伤力太大的人和物，必须掌控在自己手里。就不怕反噬？不怕，我会提前废掉。荣静又一次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，跳得失序，跳得狂野，仿佛要跳出胸膛。怎么了？心口不舒服？早点去找大夫看看。没事，最近忙着案子，晚上没睡好。那好好休息，身体是万物的根基，没有一个好身体，权势地位都是一场空。他关切的眼神让荣静心里暖洋洋的，却不敢沉溺其中。我知道了，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什么事儿？明日就是芙蓉园约定的第3日，我作为裁判之一，会到现场亲眼见证。
特来约定一个时辰。夏朝是4时左右，那就约在丑时1刻，可好？行。估计明郡王这会儿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如坐针毡吧。就这么讨厌他？对，特别讨厌。他迫不及待地等着明日的大戏开场。当然，今晚更热闹呢，一场精准狙杀正蓄势待发。他嘴角轻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不好，有绊马索，有伏击，大家警戒，保护主公先走。苏明锦坐立难安，这2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第1天，骚乱第一时间被控制住，闹事者被锦衣卫抓走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又被告知凤凰楼出事了。萧林峰和宁之威上门敲诈勒索了50万，让他想想办法。这2个人怎么搞到一起的？一个瘟神，一个扫把星，2人联手，杀伤力太大了。少主，皇上在朝堂上狠狠发了一通火，几个出列的御史被罚了3个月俸禄。几个？4个。是谁让他们一起上告的？画蛇添足，皇上起疑心了。一群蠢货，皇上最恨结党营私。皇上还将凤凰楼给了宁之卫。皇帝舅舅在警告我们。那怎么办？坐视不管吗？现在一动不如一静，都安分点。父亲明日能及时赶回来吗？能，已经到了进县，明日早上开城门时必到。太好了。苏明锦如今全指望父亲破局了，这会儿他还不知道未来的智囊已经被宁之威提前截胡了。再快点。是，主公。不好，有绊马索，有伏击，大家警戒，保护主公先走。别慌，发求救信号。红色的烟花在空中爆开，点亮了整个夜空，惊动了无数人。苏浩之远远望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是军中之人，务必要留下活口。就在此时，一支长箭直射苏浩之的面门。主公小心！再坚持一会儿，附近的援兵快到了。对方飞快撤退，黑衣人追了上去。苏浩之看着死伤一地的黑衣人，面部一阵抽搐。主公，我们没有追上，只找到这个。这是禁军的腰牌。您是说？这些年，苏浩之最担心身份暴露，做了层层保护。这会儿忽然扯上皇上禁卫禁军，心里一紧。贾谊，速去调查，启用宫中的棋子。是，主公。马上回京。忽然眼前一黑，身体发麻，整个人摔了下来。不好，腰牌上有毒。芙蓉园，天亮了，日头越升越高。还没有消息啊？没有。什么时辰了？4时，快散朝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称病不出。你让我装病？你当满朝文武都是傻子吗？你当皇上是什么？以后让我怎么在京城立足？我的威信何存？我可以输，但不能输不起。属下该死。再去探。是。等啊等，等到日上3竿，都没有看到苏浩之一行人，他再也坐不住，跑到大门口张望。明郡王这是来迎接我们的，难怪世人都夸你是个好的，一诺千金呢。这些事，明郡王金尊玉贵，我索性把衙门的人请来，在这里直接办好过户手续，免得你再劳累跑一趟。庆宁县主真是心细如尘。一辆辆马车陆陆续续赶过来，段首府、几位阁老、6部尚书、大理寺卿、御史台、翰林院都来人了，黑压压的全是人头。苏明锦都气笑了。这也是县主请来的？县主未免也太小肚鸡肠了。这是怪我，我和段老大人相约一起来的，没曾想被诸位大人知晓，都想过来看看。
看什么？看热闹呗。上次错过了，这次绝对不能错过。爱八卦是人的本性。宁之威嘴角扬了扬，看了荣静一眼，他才不信这么简单呢。荣静也看了过来，两人相视一笑，尽在不言中。苏明锦看在眼里，心里非常不舒服，总感觉属于自己的宝物被人觊觎了。太子驾到！来了，就知道今天不会这么顺利。明锦，姑母怎么不在啊？她身体不适，不能前来。宁之威，你知罪吗？他忽然发难，不少官员被吓了一跳。不知。姑母都被你气病了。你明知道凤凰园是先皇给姑母的嫁妆，既寄托着先皇对姑母的爱，怎么还敢索要这么珍贵的东西？姑母若有个不好，你七罪当诛。你真是一个孝顺好侄子，这么咒自己的姑母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放肆！出言侮辱太子，还不快跪下认错！我错了吗？啊，行啊，我下次就到处对人说太子病了，太子要不好了。宁之威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是跟您学的呀，上之所好，下必从之。您是一国太子，当为天下人之表率，我学您没错呀。好一个伶牙俐齿啊！掌嘴！小太监立马飞奔出去，举起胳膊重重挥下去。宁之威的眼神一冷，别怪他无情了。宁之威一脚踢过去，小太监被踢翻在地。宁之威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子，您失仪了。您是一国之储君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皇室的颜面。欺负一个尚未及笄的女孩子，传出去会贻笑大方。君欺臣民，以大欺小。大男人欺负弱女子，不管哪一条都不好听。请太子善待自己的子民。各位御史大人，你们说呢？荣大人，你要跟我作对？臣不敢。但救命啊！太子要杀人了！知道的夸你有情有义，表哥表弟的情深义重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借故诛杀宁家人。太子，宁家怎么得罪您了？您要如此赶尽杀绝？难道有什么隐情？宁之威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听说之前伏诛的江副将。太子的脸色巨变，眼神阴森可怕，猛地打断他。晋宁县主，你很好。我非常好。明郡王，可以办移交手续了吗？当然可以，还请诸位见证。他配合地掏出房契和地契，递给宁之威。宁之威细细查看，确定没问题，才笑道：明郡王，私人物品都搬走了吗？我何时可以入住？我在京城只能住同福客栈，当然如果明郡王还没有做好准备，那也能缓缓。不必。就在此时，长公主口谕，她偶感风寒，芙蓉园一事暂缓，等她身体康复后亲自主持。遵命。静宁县主，你怎么不回话呀？长公主口谕，我皇室中人一诺千金，信守承诺，绝不会为了区一个园子就拖三阻四。令今日就办理所有手续，不得延误。绝，太绝了！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曾嬷嬷严肃的面容一寸寸裂开了。宁之威，你这是假传长公主口谕，罪该万死。你有证据吗？我还说你假传长公主口谕呢。曾嬷嬷眼瞳一缩，你胡说！宁之威早就看穿他们的计谋，先是让太子施压，一计不成再生一计，传长公主口谕。他估摸着大概率是假传口谕，当然不管是真是假，他咬定是假的，必须是假的。反正我不信任何人的话，除非长公主亲口说，那我就认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想长公主是天家贵女，
区一个园子还不值得他毁诺，丢了皇家的颜面。有些人呐，打着长公主的名号，竟干些害他的事，狼子野心，不配称为人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。曾嬷嬷气得眼前一阵阵发黑，遇到硬茬子了。苏明锦，继续吗？我要先确认一下我母亲的意思。行，我这就进宫。你想干什么？请皇上做主呗，他也是见证人之一。站住！苏明锦深知皇上对他的猜忌，这个时候凑上去讨不了好。办过户手续吧。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办户手续顺利完成。多谢明郡主割爱，欢迎以后来做客。言下之意，这是他的地盘了，赶紧滚蛋吧。郡主，驸马爷回来了。苏明锦又惊又喜又无奈，终于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早一刻？荣静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宁之薇，见他神色微妙，一颗心提了起来。他可有应对之策？主公，您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主公，宁之薇深深地看了一眼。驸马爷遇袭中毒了，快请太医，快啊！这一来一回要半天，赶紧送皇宫，请整个太医院会诊。宁之薇深感遗憾，怎么就没有弄死这个祸害？毒性那么烈，换了别人早死了。但苏浩之硬是撑住了，已经解了大半毒，残存的毒要不了他的命。他身边应该有神医，或者能解百毒的宝物。这人真难杀呀！对对，快！苏浩之的手指动了两下，属下见状连忙说道：驸马爷想回芙蓉园住，这里安全？安全我可不敢保证，若在我这里出了事，我担不起这个责。我宁家风雨飘摇，再经不起半点折腾，还请驸马爷恕罪。驸马爷，你康复之后尽管来我家做客，芙蓉园的大门随时为您打开。换句话说，赶紧走，别牵连他，他害怕。人命关天，救人要紧，赶紧将驸马爷送上马车，安排边城军开道，确保不会中途发生变故。明郡王，你派人提前去宫中知会一声，让太医们做好准备。苏明锦纵然有私心，但这会儿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救父亲最要紧。看着众人远去的背影，宁之薇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终于到手了。长公主府。什么？他回青罗别庄了？对，就住了2晚上，安排好家务就走了。目前什么情况？暂时只有护院，说是要跟家里人商量之后再决定怎么休整。看来他没有发现我们的秘密，想办法送一批眼线进去。是。还是没查到那批刺客？说。查到他们进了泾县的葫芦农庄。我们的农庄？彻查，将里里外外清洗一遍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下面的人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听说宫中在操心宁之薇婚事，请父亲助我，她是一个上好的妻子，她的嫁妆更可观。不仅仅是10万大军，还有凤凰楼和芙蓉园。你觉得皇上会让她嫁给别人吗？这按常理不会，但也不是不行。如果宁之薇主动提出来的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没有10万宁家军，她就没有什么价值。错了，她是宁家第6任家主，这个身份在关键时刻很有用。宁家200年积攒下来的东西，只会传到家主手里。我明白了，多谢父亲指点。这次我们吃了大亏，得给宁之薇还一份厚礼，顺便探探青罗别庄的底。是。青罗别庄。家主，锦衣卫来了。宁六身体一颤，露出惊恐之色。怎么又来了？有人举报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，
搜！一群锦衣卫如狼似虎地冲进青罗别庄，如入无人之地。庄民们惊恐万状，大气不敢出，瑟瑟发抖，没人敢抵抗。官爷，你们不是说搜朝廷要饭吗？怎么还拿我们家的银子呀？求求你们，我家就这么一点银子，给家中生病的老人抓药用。滚！阿爹，去找家主。你们不是查朝廷侵犯吗？为什么抢钱？为什么伤人？锦衣卫办案，遇到阻拦者，杀无赦，都杀了。长剑挥过去，刺中张家一个幼儿，随着孩子惨叫一声，倒在血泊中。大家跟这些狗东西拼了！不让他们活，那就都别活了。那为首的锦衣卫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。一群乱民，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都住手！家主，求您为我们做主啊！放心，有我在。宁之威听着庄民们讲述经过，怒气直往上窜。家主，这孩子伤到了脏器，不惜一切代价救这孩子，多珍贵的药材都用上。若宁家没有，那我去宫中求皇上赐药。好。青宁县主，你窝藏朝廷侵犯，裹挟持庄民作乱，该当何罪？他一张口就给扣了个天大的罪名，真扣实了，只有一个下场，就是抄家灭族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冒充锦衣卫作乱？我是锦衣卫千户魏忠良，奉命缉拿朝廷要犯，你侵罗别庄却百般阻挠，还聚众作乱。现在知道怎么跟本县主说话了吧？你见过县主，给县主请安。把你的令牌拿出来。南镇抚司，你们不是只负责自家的法纪军纪吗？什么时候开始插手案件了？锦衣卫分两部分，南镇抚司负责监管自家人，北镇抚司负责皇上钦点的案件，直接抓人审讯处决，不需要经过其他司法部门。皇上旨意，有几个人犯逃窜至此，还请县主配合我们查案。等着。当地的县令带着衙役浩浩荡荡来了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齐齐傻眼。县主，您报的案？是，我怀疑他们是敌国奸细，打着缉拿朝廷要犯的旗号，在我青罗别庄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，居心叵测。你胡说，哪有什么杀人放火？大人，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，可这些人一冲进来就冲我们下毒手，还冲无辜的孩子下手，孩子能有什么错？还请大人为我们做主。县令看着被刺中心口的孩子，脸色变了几变，但这事儿他管不了啊。不知道静宁县主为什么让他们掺和进来。锦衣卫只需要向皇上负责。我们接到举报，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。县主，您敢不敢让我们搜青罗别庄？不敢。他将县令叫来，一是拖延时间，该藏的藏，该收的收；二是当证人。我怕你们栽赃嫁祸，在庄子里放点什么要命的东西，我青罗别庄上上下下都得遭殃。你可以全程盯着我们。盯不住。那你就是窝藏侵犯。你说谁窝藏侵犯？你们怎么来了？哼，你们能来，我们怎么不能来？两家同属锦衣卫，但分工不同，内部争斗不断，两边经常发生摩擦，关系特别差。对此，皇上乐见其成。属下要是抱团，该轮到他睡不着了。我们是奉旨办案。把圣旨拿来瞧瞧。你这是跟静宁县主沆瀣一气，是个人行为，还是你们整个北镇抚司的行为？别给老子扣屎帽子！要搜查犯人，行，我陪你们一起。小龙，你陪几位大人走一趟。是。家主，我们伤了31人，死1人。按照惯例，
伤者每人发50两，死者发200两，安排好王家人的生活。是。报，在青罗别庄搜到了窝藏的朝廷钦犯。2个男人五花大绑，像2条狗般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。谢同成一方焦急、担心，还有迷惑不解。这是当着他们的面儿从庄民家东厢房搜出来的。金陵县主，你窝藏钦犯，该当何罪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来我青罗别庄的？家主，您放心，我们宁死也会守住秘密。哼，金陵县主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狡辩不了。给他们用刑。你这是想杀人灭口。金陵县主，你束手就擒吧，皇上说不定看在宁家的功劳上会饶你一命。都绑起来，今天谁都别想踏出青罗别庄。所有人听令，从现在起封锁别庄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进入1级战斗预备状态。所有庄民随时待命。是。金陵县主，您别冲动，别中了圈套。你这是想造反？宁之威手指着镇南府司的锦衣卫们，一个个看过去。去将这些人的家小通通带来。我若有个3长2短，将他们家小全屠尽，一个不留，都给我陪葬吧。宁之威，你敢！钱县令，将你们卷进来，我很抱歉，请暂时留下做客吧，我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。等事了之后，就送你们离开。金陵县主啊，您别冲动啊！我并不想造反，是有人不肯放过我，一退再退，退无可退，那就同归于尽吧。金陵县主，有事好商量，不如先放我们出去，我去皇上面前澄清。谢大人，请你们做个见证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保，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。父皇，芙蓉园真的不能给我吗？我好喜欢啊！那已经是静宁县主的。哎呀，让他见上嘛，能被皇室看上，那也是他的体面。够了，婉儿，别胡闹。皇上，锦衣卫指挥使萧凌风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萧凌风进来后，恭恭敬敬向皇上、公主和丽妃请安，但就是不说话。丽妃见状，识趣地拉着女儿退下。皇上，青罗别庄出事了。他又怎么了？他要炸了青罗山庄，跟您派去杀人放火的锦衣卫同归于尽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这是静宁县主的奏折，快拿过来。宁之威将整个事件说得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栽赃嫁祸、杀人放火、官逼民反，那一股悲愤之情跃然于纸上。他还说，既然皇上想对宁家赶尽杀绝，不必那么费尽周折，他来帮他一把。说什么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宁家不负君王，不负百姓，是君王负了宁家。皇上气得直哆嗦，不是他干的，这个黑锅他不背。这些狗东西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他们的上司南镇抚司指挥使于清给朕滚过来！等南镇抚司的镇抚于清匆匆赶来，还没有开口，就被皇上劈头盖脸一顿骂。于清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委屈又惶恐不安，狠狠瞪了萧凌风一眼，一定是这家伙告黑状。你们南镇抚司背着朕到底干了多少破事啊？皇上，您息怒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皇上将奏折砸过去，于清下意识地捡起一看，整个人都懵了。皇上，这不是臣干的。完蛋了，这魏忠良搞什么名堂？那是谁指使的？魏忠良这种小人物，无怨无仇的，吃饱了撑的才会对付静宁县主。皇上，魏忠良纵然不对，但静宁县主反应未免太激烈了，有挟公自傲之嫌，有点奇怪。只有拉下静宁县主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他正滔滔不绝地说服皇上，首辅大人求见，
皇上，坊间传闻，您要将宁家逼反。什么？外面都传遍了，青罗别庄被围，逼迫静宁县主自焚，民情激愤不已，事情闹大了。您为什么非要？胡说，不是朕。皇上，我怀疑静宁县主已经飞鸽传书给西北的银面小将军，宁家若灭门，西北必反。这话皇上是信的。宁之威本身就是个胆大包天的疯子，在生死关头更会孤注一掷。西北局势动荡，战况焦灼，宁家这支军队非常关键，不容有失。于青有点不服气，刚想说话，萧凌风就将矛头对准他。当然，如果于大人能够确保西北不反，那静宁县主就没必要留着。我拿什么保证？身家性命吗？皇上，这种局面不对劲儿，臣有种猜想，宁家这200年来镇守西北，杀了很多敌国将士，他们恨宁家入骨，趁宁家如今势弱，想借机灭了宁家复仇。你是说，那些人有可能是间谍，故意离间君臣关系？皇上越说脸色越差，这很多事情就解释通了。小小一个锦衣卫哪来的胆呢？动机也有了。于青张了几次嘴都不敢出声。萧林峰，臣在，彻查此事，务必要安抚住宁之威，就说朕相信他，相信宁家的赤胆忠心。是，于青，你全力配合，若有闪失，你提头来见。臣遵旨。段首府，想办法安抚民心，将舆论压下去。是。等他们走后，皇上思来想去，还是不放心，又下了一道旨意。萧大人跟静宁县主关系匪浅呢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脱罪吧。身为上司，一个监管不严的罪名是逃不掉的。带这么多人，哎呀，奉旨办案。荣大人，这么巧也出城啊？我是专程在等你们，奉皇上之命，全程监督青罗别庄一案。萧林峰和于青相视一眼，惊疑不定。皇上这是不信任他们内部了？这可不妙啊！青罗别庄，都愣着干嘛？坐呀！宁之威坐在主桌，左手边是当地县令，右手边是谢同成。大家吃好喝好，别客气哈。谢同成看看笑意盈盈待客的宁之威，又看看热气腾腾的火锅，又看看被绑在柱子上的魏忠良主人，不禁陷入了沉思。他这生冷不忌的疯劲儿，非常适合锦衣卫啊。大人，你赶紧吃啊，再不吃就没了。谢同成一看，我去，快抢没了，赶紧加入抢肉的队伍中。吃饭最重要。他们吃得热火朝天，魏忠良等人闻着诱人的香味儿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2天不吃不喝，连口水都不给，这分明是酷刑啊！家主，魏忠良的家人一共27口，都带来了。带他们进来。宁之威，你丧心病狂！家主，朝廷来人了！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宁之威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进来的只有3人：荣敬、大理寺卿，公正严明、判案如神的铁血孤臣；萧林峰，冷酷无情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锦衣卫指挥使；于青，见人3分笑的笑面虎，南镇抚司镇抚。当3人进来时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纵然见多识广，也呆了一瞬。一边是鲜血淋漓的人质，一边是丰盛的聚餐，怎么看都诡异。魏忠良兴奋地大喊大叫：大人，大人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快救我！其他人也激动不已，终于有救了，宁家完蛋了。宁之威跟荣敬一个对视，就懂了，一切如他所料。3位远道而来，想必还没有用餐吧？一起吧。于青挺无语的，他是怎么回事？这种情况下谁吃得下去啊？不用。行好，
焦大人，您坐这里。荣大人，这边坐。荣静微微颔首致意，不动声色地扫了宁之威一眼，见他一切安好，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没事就好。于青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，看着身边的两人走过去，大大方方地坐在让出来的空位上。一个拿起筷子就往麻辣锅里挑吃食，一个携起红糖糍粑往嘴里塞，动作自然流畅，不拘小节，反衬的于青像另类。不是，真吃上了呀，不怕被下毒？哎，算了，我不信宁之威敢将锦衣卫指挥使给毒死。他一路兼程，只啃了几个包子，早就饿得肚子咕咕叫。他携起羊肉片往锅里涮，沾上特制的酱料，入口即化，鲜得掉眉毛，好吃！再来一口，敞开肚皮哐哐炫饭，别提吃的有多香了。大人，你们怎么吃上了？快把这些无法无天的反贼抓起来呀！大人，青罗别庄窝藏朝廷要犯，拒绝搜查，公然跟朝廷对抗。宁之威带领庄民们聚众殴打锦衣卫，要造反啊！哼，于大人，你这个属下真厉害啊！设局如此精妙，把整个锦衣卫都算计进去了。你们要么给他擦屁股遮掩，要么等着受罚吧。这件事儿处理不好，处分事小，丢官没命事大呀。静宁县主，我们谈谈。这些人一进来就杀人放火，欲置我宁家于死地，我有理由怀疑这是针对宁家的一场围杀。至于真相，我说的不信，就请各位大人挖掘，还我们宁家一个公道。作为直属上司的于青心里暗暗叫苦。静宁县主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，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两个奄奄一息的人犯被带过来，没吃没喝，还被毒打了一顿。面对质问，男人支支吾吾道：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赶紧说，有锦衣卫的大人在，谁都不敢拿你们怎么样。我是宁家旧部下，曾经在宁老将军麾下作战，听说宁家出事，我一时激愤，就杀了2个狗官，这是我一人行为，跟宁家无关。杀官，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！杀了人还往宁家跑，这分明是把宁家拉下水。哼，如此低劣粗糙的手法，居然出自锦衣卫之手。于青老脸热辣辣的，栽赃陷害也不是不行，但好歹做得高明巧妙点。给我打，狠狠打，打到招为止。但不管怎么打，对方都不改口。清脆的声音响起，众人不约而同地看过去。好家伙，在这严肃血腥的场合，宁之威居然捧着一个青色果子，咔咔咬着吃。这是我们青罗别庄特有的青果，清甜可口，谁想尝尝吗？我。荣静的手伸了过来，宁之威笑眯眯地分了一个给他。荣静咬了一口，清甜多汁。不错。这是用来酿青罗酒的，口感绝佳。谢同成立马伸手讨要了一个果子。大人，你也看到了吧？宁之威猖狂的无法无天，结交锦衣卫，意图不轨。我图什么呢？你们宁家要造反。我宁家区区几千人怎么造反？没人没钱没武器，自寻死路呢。于大人，他说是奉命行事，是奉您的命吗？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魏忠良这狗东西欺君罔上。大人，你们怎么包庇他？难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？这话一出，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他完了。于青暴跳如雷，破口大骂。萧林峰神色阴沉的可怕。静宁县主，皇上托我转告，他相信你，相信宁家的赤胆忠心。这话如一道惊雷，让魏忠良等人面如死灰。早不说晚不说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说，给了他们致命一击。多谢皇上的信任。夜深人静，宁之威睡不着，在花园无意识的乱转，脑子里全是事儿。多事之秋啊！晚上怎么不睡？荣大人，你不也没睡吗？别想那么多，
宁家不会有事的。我真的想做个好人，真的。宁之薇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好好的活着。可这爱都滂沱风月，如何关于我？往事多牵扯，铭心如错，怎的施舍？教主，西北的信。深更半夜的信件通常10万火急，快拿来！宁之薇迫不及待地接过信，拆开一看，向来坚强的少女顿时红了眼眶，晶莹剔透的泪珠滚落下来。她告御状被打板子时没哭，被诬陷造反时也没哭，却看了信后哭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找到小七了，他还活着。一大早，宁家的餐桌上响起一道惊喜万分的声音：“是，谢天谢地，老天爷开眼呐！好，太好了！”宁家的男丁没有死绝，众人喜极而泣。在战场失踪的宁七少找到了。吴妹妹，她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她。七嫂别急，七哥的情况不大好。他怎么了？宁之薇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七哥武功全失，筋骨尽断，瘫在床上不能动弹，幸好被人救下照顾，才勉强保住一命。只要活着就好，其他都不重要。人活着就有希望。你说的对。七少夫人是心疼的不得了啊。他们刚成亲1个月，夫君就上了战场，这一去就不回。那你四哥有没有消息啊？是四少夫人，她满眼的紧张。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你说的对，七弟能活着，他一定能活下来，一定。到了第2天傍晚，案件审完了。静宁县主，宁家是清白无辜的，造反一事，子虚乌有。已经结案了，幕后主使者是谁？这请恕我不能直言。行吧，我也不为难你们。反正在宁之薇的心里，已经将苏浩之、苏明锦父子列为第一嫌疑人。县令一行人听说能走了，个个如释重负，喜出望外。宁之薇亲自送他们出来，送了他们很多青罗别庄的特产，像新鲜的瓜果蔬菜、鸡鸭鱼蛋，人人2大筐，每人100两银子，算是补偿。前县令一行人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的手软，纷纷表示不怪他。宁家也是受害者，一时之间气氛极为和乐。锦衣卫也要走了，他们情况特殊，不能给银子，但人手1坛青罗酒，他们很高兴，吃好喝好还有的拿，不错不错，还是静宁县主会做人。谢同成是最开心的。县主，这青罗酒确实不输百花醉，再给我1坛呗。他一拿到酒就喝了个痛快，已经只有半坛了。现在没了，等过段时间酿好了再给兄弟们送过去。静宁县主，事已了，您哪天有空去京城逛逛，让百姓们看看您。宁之薇秒懂，他之前让人放出风声，京城的舆论都炸开锅了，只要百姓们看到他平安，舆论就平息了。行，我安排好别庄的事，就去芙蓉园小住一段日子，再去凤凰楼转转。那是最好，告辞。夕阳下，荣静长身玉立，拱手致意。忽然，宁之薇心头一阵战栗，有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，有危险。小心！一支长剑射向宁之薇的胸口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颀长的身影扑过来，将他护在怀里，耳边传来闷哼一声，夹杂着一丝痛楚。荣大人，有刺客，追！谁能想到，在锦衣卫的眼皮底下居然搞刺杀，好大的胆子！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你说什么？有人用剑刺杀宁之薇，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？是，但误伤了荣大人。
他怎么样？没有生命危险，还在青罗别庄治疗中。陈仙回来禀报。唉，这分明是不把朕放在眼里，好大的胆子！是谁干的？没抓到刺客，跑了。这说明不仅仅是提前设伏，事先也做了精准的方案，可见是个厉害的。废物！这是魏忠良的口供。幕后主使是大公主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小林峰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和于大人反复确认过。皇上看到口供，魏忠良是受大公主奴婢指使，策划了这一切，只为了邀功。那人向他保证，只要他成功了，就保他坐上南镇抚司老大的位置，赐他长子一个官身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，谁都不得再提。是。关闭多时的芙蓉园终于开了正门。荣大人，下车吧。我离开京城多日，衙门的事情堆积如山，还是先回京城。李太医来了吗？已经恭候多时。荣大人，李太医最擅长治疗外伤，身体最重要。至于公务，让下属送来芙蓉园吧，一来一回也不差这半日功夫。皇上那边我也提过一嘴，你如今的情况最适合待在芙蓉园，说有大案发生，再回去也不迟。那就叨扰了。没想到宁大小姐这么快振作起来，不愧是将门虎女，齐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最厉害的还是静宁县主，皇上已经下令让4品以上的官员携带家眷进宫参加他的及笄仪式，这恩宠是多一份的。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真的好吗？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多扫兴啊！你不会是迁怒静宁县主？啥？荣静懵逼啊！李大夫曾经卷入一桩案件，是荣静给他洗清冤屈，两人的关系很不错。听说你是被牵连才受伤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这么小气。荣静嘴角直抽抽，但没有出声解释，就让所有人这么认为吧。对了，查到是谁干的吗？冲宁家穷追猛打，太缺德了。我也很想知道。荣静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他一定会追查到底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他。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宁之威。父亲，宁家人入住芙蓉园了，同行的还有大理寺卿荣静，李太医也住进去了。荣静伤势如何？伤到肩胛骨，似乎挺严重的。宁之威呢？我们的手伸不进内院，宁之威带来的少年营接手了内院的守卫工作，丫鬟也是用自家带来的。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，没把宁之威干掉，还得罪了荣静，他可是刑案高手。我做得很小心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将线索引向大公主。以皇上的性情，一定会选择到此为止，保住大公主，我们就能全身而退。宁之威的命真大呀！父亲，您怎么忽然想杀他？不是说好要将他利用殆尽吗？他比我想象的更聪明，更有手段。我有种预感，留下他，后患无穷。苏明锦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有一点担心，一点酸涩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芙蓉园，主公，这是我大姐宁文音，将接手芙蓉园和凤凰楼这2块产业。这是周红艳，足智多谋，胸有丘壑。大姐，我为你安排的智囊和副手。家主，我不跟在您身边吗？他前2天就带着家人回京了，还在最短时间内帮着查到李二狗的信息。我的目标太大，你暂时留在我大姐身边。是。周红叶明白他的意思了，他被架在高处，盯着他的人太多了，很多事情不方便做，而他隐在暗处，成为宁之威的另一只手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周红叶屏住呼吸，心跳得厉害。他有一种预感，
接下去的一幕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。宁文音紧张的不能呼吸，手心全是汗。天啊，地啊，要命啊！知道了这些，我还能活着走出去吗？入眼的一幕让人无比震撼，是个巨大的厅，堆成山般的刀剑，密密麻麻。周红叶如游魂般置身在大厅，仿若在做梦。居然是武器库，武器库居然在芙蓉园的湖底下，难怪苏明锦死活舍不得。不对，就算长公主母子是守库人，但皇上怎么会同意放手呢？这些武器能装备几万人马，随时拉起一支队伍造反。打开，半边箱子装的是珠宝首饰、古董摆件，珠光宝气，价值连城；半边箱子装的是金光灿灿的金砖，摆得整整齐齐，而且不是一箱，是几百箱。这是前朝宝藏。周红叶心里一个咯噔。前朝？齐朝之前是姜朝。他凑过去一看，金砖上刻着永和12年。好家伙，这正是姜朝最后一个年号。永和，将末帝自焚前给子孙后代留的一招后手。周红叶向来聪明的脑袋乱得一塌糊涂。姜朝时，这也是皇家园林，前朝宝库设置在这里也合理。问题是，宁之威怎么知道的？哎，算了，不想了，头疼。请主公解惑。这些珠光首饰和金砖确实是姜朝留下的，本来是装满了整个大厅。这些刀剑和盔甲是这些年搞出来的，不算太旧。你是说，我朝某人皇帝发现后，用金砖换了一批武器放在这里，以备一时之需？不，这个宝库自始至终只有姜朝皇室后裔知道，他们一直没忘了复国。那您是姜朝皇室后裔？周红叶胆战心惊，不会是上错船了吧？他不想造反呢。宁之威看着他惊恐的目光，不禁失笑。前世他可是跟着前朝皇室余孽一条道走到黑的。我跟那些余孽没关系。周先生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猜猜谁是姜朝余孽？苏浩之父子。什么？长公主驸马？那个男人藏在长公主身后，谁都不会注意到的。这些年假借游历山水写生，恐怕是在搞复辟活动吧。别庄门前那一件的幕后主使就是他。本来还是嫌疑人，但正是那一件让他确定是苏浩之出手了。不过前朝余孽为什么跟大齐的长公主生儿子？不应该是恨之入骨吗？继承人流着两朝的血，也不正统啊。谁说苏明锦是长公主的亲生儿子？什么？那亲生儿子是谁？不知道。主公，按理说您不该在这个时候拿下芙蓉园，直接跟他们对上，而是应该徐徐图之。前朝皇室余孽在暗中发展了200年，将手伸进了皇室，背后的势力有多大可想而知。而宁家这会儿示弱，选在这时候对上极为不智。没有时间了，我别无选择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人等不及了，1年之内必乱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宁家出事就是一个信号，是战乱的开端。宁家已经身在局中，出不去了。那狗东西为了一己之私，祸害苍生，千刀万剐都难消心头之恨，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周红叶闻声色变，之前布局了100年，一招发动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天下为棋盘，芸芸众生皆沦为棋子，谁都没法幸免于难。为了自保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。我要你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将金砖腾挪出来，全部换成粮食，运往西北。同时，想办法多挣钱，越多越好。西北？是我们宁家的大本营。那能不能杀了那个人，阻止？我试过，但失败了。机会只有一次，稍纵即逝。经此一事，他们会更加小心谨慎，再无机会了。周红叶倒抽一口冷气，
苏浩之遇袭是他干的？好家伙，这才是藏得最深的大佬啊！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静宁县主，你这是要出门？我去砸场子。什么？我已经查出冲青罗山庄下手的人是苏浩之父子，我这就上门回报一二。他气势冲冲去打架的架势，可把荣静急坏了。县主，你别冲动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我是女子，小气记仇，一日都不能忍。我陪你过去。不用，你安心养伤。那你也不能去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极其冷静理智的人，最擅长以德服人。他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，好可爱。你笑什么？我没笑。长公主府，一辆马车停下。你先别下车，过半个时辰再进来，紧急行事。你小心点。宁之威点了点头，一副乖乖巧巧的模样。但荣静知道，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魔头，不将长公主府掀翻，誓不罢休啊！我家静宁县主求见长公主。可递了拜帖啊？没有，但长公主之前主动邀请我上门做客。那不行，没这规矩。话还未说完，人就被推到一边。你们不能乱闯，站住，快站住！宁之威听而不闻，随手拉了一个奴婢，扔过去一颗金豆子。带我去长公主住的地方，我给长公主请个安。奴婢眼睛一亮，乐淘淘的带着人就走。居月院，长公主的闺名带个月字，听说这是驸马起的名字，秀恩爱的一种方式。宁之威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嘲讽。宁之威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怎敢擅闯？是曾嬷嬷，上次假传长公主口谕狐假虎威之人。来都来了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你一个老奴才，也配跟我说话？放肆！没规矩的东西！掌嘴！东升飞身而起，动作利落干脆。静宁县主，你疯了吗？我早就想打你了，再打！劈头盖脸的一阵揍，曾嬷嬷哪受过这样的苦楚啊，痛得惨叫连连，一道怒喝声响起：“住手！给长公主请安。不知我哪里得罪了静宁县主，你要如此羞辱我的人？长公主殿下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打狗还要看主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将长公主您放在眼里。”面对对方杀人般的目光，宁之威眼眶一红，泫然欲泣。他骂我没有规矩，嘲讽我有娘生没爹教。他不哭，就是泪珠在眼眶打转，倔强又可怜。长公主最受不了这种，你要是嚎啕大哭，她还嫌你没骨气烦人，但强忍泪意，委屈又倔强的隐忍模样，狠狠戳中她。她心口一酸，下意识地看向曾嬷嬷，真的骂得这么难听？打人不打脸啊！曾嬷嬷气得吐血，装什么装啊？我没有，你冤枉我！没规矩的东西，不是你说的，你敢对天发誓吗？我敢。行，若撒谎，你的主公死无葬身之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放肆！曾嬷嬷脸色大变，惊怒交加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她宁愿舍弃性命，也不能让那个男人受半点伤害。殿下，他咒你。所以，你撒谎了，你不敢发誓。曾嬷嬷张了张嘴，她知道，只要她发誓，长公主就会信她。但她怎么舍得去赌万一呢？她若有个闪失，她百死不能赎啊！拖下去，打10板子。长公主英明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让我上门做客，我就来啦。殿下，我带了好吃的点心，请您尝尝。殿下，无妨，你们下去吧，味道不错。你也喜欢卧丝糖啊？你也喜欢？不是我，是大理寺卿荣静，
他一个大男人居然爱甜食啊！这有什么？百人百味，各有喜好。你家明郡王爱吃甜食吗？他呀，爱咸口的。你怎么对他的事感兴趣？不瞒您说，我是专程上门求饶的。什么意思？求明郡王放我宁家一条生路，放过我宁氏满门几千人的性命。苏明锦闻讯赶过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宁之威，你怎么敢跑来我家胡说八道？滚出去！你以为你安排的毁灭青罗别庄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还是被我找到了证据。不可能！我们宁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说出来，我改，我改！只求饶了我宁氏一门，放我们宁家一条活路吧。孩子们还小，最小的才1岁，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。锦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激动成这样，不像是假的，难道是有什么误会？母亲，别信他的鬼话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，他抢走了芙蓉园不够，还要毁掉我的名声。宁之威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出去。李二狗招了。那是谁？我不认识。虽然你转了几道手，但架不住你们中间出叛徒。长公主一直盯着这两人，见儿子的表情不对，心沉了下去。难道宁之威说的是真的？锦儿，这是为什么？苏明锦眼中闪过一丝恼怒，这是信了？母亲，我真的没有。您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您的儿子吗？长公主，景郡王是您生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您还不知道吗？他断然不是那种心肠狠毒之人啊！是啊，长公主，您可别中了别人的奸计，伤了母子之情。为了一个外人，不值得呀！长公主一动脑子，就跟针扎似的难受，但强撑着。我不想听一面之词。宁之威，你先说。锦儿，你先别说话，一个一个来。苏明锦暗暗磨牙，却无可奈何。他就不明白了，宁之威怎么就认定是他干的，又怎么敢单枪匹马上门讨公道？是故意离间他们母子感情？这可是他的地盘，他能控场。就算今天杀了他，只要找到合理的借口就行。按理说，宁之威不是这么鲁莽的性子，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宁之威才不怕他的眼刀子，他巴拉巴拉将南镇抚司的锦衣卫冲进青罗别庄，大开杀戒，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，还被扣上了一个窝囊朝廷要犯的罪名，意图将青罗别庄连根拔起的事说了。惊动了皇上？是，这一计不成，再生一计，趁我送各位大人出门时射杀我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误伤了大理寺卿。他没事吧？伤得挺重的，得告假养伤一段日子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啊！我有啊。锦儿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有没有做？我没有。如果是我做的，就让我死全家，永远不能得偿所愿，做什么都失败。宁之威，你别欺人太甚！这一刻，苏明锦动了杀心。不敢。苏明锦面对他的咄咄逼人，不得不忍怒照着发誓，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长公主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她是个母亲，她相信自己的儿子。锦儿，我相信你。静宁县主，请离开，长公主府永远不欢迎你。刚踏进院门，几道惊恐的声音响起。母亲，殿下，殿下吐黑血了，快叫太医！长公主是中毒了。怎么会啊？长公主刚才吃了静宁县主带来的点心，是静宁县主。宁之威，你居然给我母亲下毒，你好狠毒！杀了他！都住手！萧大人、荣大人，你们来得正好。
宁之威毒杀我的母亲长公主殿下，快把他抓起来！静宁县主，真的是你？以宁之威谋定而后动的性格，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困境。他也没有理由毒杀长公主，到底在算计什么？不是我。容大人，你看呢？只是上门算账，这分明是把天捅破了，就不该轻信他的话。既然他想将事情闹大，那就成全他。一个长公主，一个县主，一个郡王，你我都镇不住。请示皇上吧。来人，立马向皇上禀报此事，10万火急。太医施展浑身解数，都没法让长公主清醒过来。室内的气氛极为紧张，大家大气都不敢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皇上急匆匆地赶来，随行的还有太子和一众太医。远正，你快去看看皇姐。一众太医在院正的带领下来了一次大会诊，结果是中毒了，但是什么毒就不知道了。一群废物，要你们有何用？皇帝舅舅，是宁之威对我母亲下毒，亏我母亲对他这么好，您一定要为我母亲做主啊！宁之威，朕对你太宽容了，纵得你无法无天，连长公主都敢下毒，传朕旨意，将宁家打入。不等他说完，宁之威举起手，凉凉的打岔：驸马呢？他不是最夫妻情深吗？妻子中毒，他躲在哪里？不会是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皇帝舅舅，父亲一早就出城写生，我已经让人通知了，他很快就回来。皇上，我能说2句吗？皇帝舅舅英明神武，一切阴谋诡计瞒不过他的眼睛，你别挣扎了，没用。皇上，案子得有人证物证，才能让所有百姓心服口服。荣静提醒皇上，宁之威很得人心，不能随便杀。萧林峰已经看出事情的不对劲儿。皇上，无论如何都要走一个过场。荣静，你来审。静宁县主，你是怎么给长公主下的毒？下的什么毒？我也很奇怪，我就说了明郡王几句，就被指控下毒。苏明锦不能自辩，冲宫人使了个眼色。启禀皇上，刚刚长公主殿下还好好的，但是吃了静宁县主送来的点心就不行了。你确定是吃了这个点心中毒的？对，长公主是不吃外食的，但静宁县主花言巧语哄得长公主吃了下去。宁之威，皇上刚想发火，就见宁之威将每一块点心都掰下一块。好吃啊，真好吃啊！太医们验了半天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回禀皇上，臣没验出毒。臣也没有。看吧，我是清白的。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给长公主下毒？长公主到底是中了什么毒？这很难查吗？臣实在验不出来呀。全是废物，是验不出来还是不敢说？萧林峰冷漠的声音响起，他的神色非常古怪。他经手过很多案子，稀奇古怪的毒见多了。萧林峰，你看出了什么？请允许臣取长公主殿下脚板的一滴血。准。皇帝舅舅，母亲最怕疼啊。那如果能让长公主疼醒，那是卑职的福分。这血味道不对，带着一股酸味儿。院正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毒。院正嗅了嗅血滴，良久之后，忽然脸色巨变。皇上，这……别吞吞吐吐，快说！长公主似乎中了前朝皇室的秘药并仙子。都200年了，怎么还有人在用此药？难道前朝皇室还有余孽，还给长公主下了药？中了此药会有什么后果？中了此药，软绵无力，一用脑就疲倦不堪，元气渐渐流失，体弱多病啊！
院正越说，面色越惊恐。不对，这分明是长公主生完孩子后的状态。你是说，长公主中毒时间有20几年了？看状态像。这不对啊，什么毒能20几年都没事儿？不会是看错了吧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不是毒，是摧毁人体健康的药，让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成为废人。这药神奇在，让你什么时候死，就什么时候死，只需要一味药引。